其他小孩抓周不是计算器就是人民币，而我抓周时家里人给我准备的却是青龙的逆鳞，还有朱雀的尾羽。这全是因为他们希望我日后能成为人中龙凤，可这些物件没一个能入我的法眼，于是我就满地爬，一直到供着一尊纸阎王的桌子前才停下。我就看上桌上那尊纸阎王了，小胳膊一够抓到怀里就不撒手了。我爷爷是铁口断命，千里之外断人生死。我奶奶是供奉蛇仙的地马，渡活人也渡恶鬼。二老做的都是替人消灾解难的勾当，所以才需要拜阎王来化阴结。看我最后选了阎王，请来的原厂人也是赶紧替我解围。好兆头啊，这孩子将来要当人间活阎王。可谁知下一秒，我就把纸阎王的2颗招子抠下来给嚼了。原厂人看到这一幕，被吓得脸色惨白，下面更是不争气的湿了一大片。奶奶怕我被阎王报复，想了整整一宿，做出2个决定：第一便是他退出江湖，一心修行，此生不再泄露半点天机；第二，奶奶给我改了个贱名，叫李三坡，翻译过来就是李三瘸子。这么做是希望阎王爷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一个孩子计较。奶奶怕我被阎王惦记，到了识字的年龄却不肯传我本事。爷爷不信这个邪，偷偷教我风水命理之术。我打小就远比别的孩子聪明，3岁背易经，4岁默写奇门遁甲，7岁看汉龙经，觉得他写的太烂，提笔就自己琢磨了一本出来。写完被爷爷拿去观摩了整整3天3夜，然后叹着气对我奶奶说：“这孩子以后必是个大妖孽。”可谁知就在24岁的夏天，我突然就下了，跟拉闸似的，咔嚓一下就黑了。我仿佛坠入了无边地狱，更是在一夜之间白了头。女朋友柳如烟果断跟我分手。我失明后，爷爷一声不吭，铁青着脸就准备出门。奶奶死命拦着他：“我不让教你个天杀的，非要教，去那个地方你不要命了。”为了三坡，我必须试试。爷爷一把推开他，大步离去。7天后，爷爷一回家就往我怀里塞了个纸盒子。三坡，这东西能治你的眼睛。我来不及细问，激动地抱住纸盒，伸进盒里一摸，却是什么都没有。我疑惑地问爷爷，可他什么都没说。而且在当天的夜里，爷爷就断气了。爷爷走后，奶奶也是受了刺激，直接疯了。白天她在屋里唱着云南洗脑神曲，夜里去村后的坟地里跳科目3。也就是这段日子，我学会了独自洗衣做饭上厕所。每到夜里，我总会拿出那纸盒细细摸索。都已经被盘得包浆了，我却依旧不甘心。日子过得极慢，我也习惯了在无边黑暗中独处，彻底失去了康复的希望。这天，媒婆王姐领着个年轻女子突然上门，这是当年你家老头给你订的娃娃亲，人家可说了这辈子非你不嫁，你瞎不瞎的人根本不在乎。我沉默片刻，瞧向对面的黑暗，妹子你多大？怎么称呼？然而回答我的却是一片死寂，气氛也是在无声的诡异中反复拉扯。好一阵过后，大门咔嚓一响，姑娘终于是走了。2个娘们走后，我独自在家里打坐，一直到晚上突然有些尿急，急忙下地准备解决一下。可谁知拉链刚拽下，就听身后传来个软糯的声音：“我帮你扶着。”吓得我琼浆玉液，差点自胎一身，赶紧收起心肝宝贝逃了出来。从王姐离开已经过去了2个多小时，这期间这个女子一直在寂静地注视着我，而我甚至连她的呼吸声都没听到。姑娘坐到我身边说：“你别怕，我是来履行婚约的。”我终于闻到了她的香味，那是漫山遍野的栀子花香，带着极度危险的野性。我叫欧阳威，今年22岁，当年是你爷爷和我爸订的这门娃娃亲，不信你去问你奶奶。我将脸转向他，定不定亲的其实不重要，我就想知道我一个残疾人你图我什么？欧阳威愣了一下才说：“你长得帅，和我很般配，至于你是不是盲人我真不在乎，可惜你连我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”我伸出手问了一句：“可以吗？”见状，欧阳威抓起我的手就按在了他脸上。我仔细抚摸着她的五官，这姑娘简直美到惊心动魄。就当我沉浸在快乐时光不能自拔时，欧阳威却说话了：“三坡，你说我好看吗？”我这才意识到有些失态，连忙抽回手，口是心非的说着，马马虎虎：“时间不早了，你回去吧，以后别再来了。”欧阳威却傻笑着说：“咱们还没拜堂呢。”我也懒得再说什么，直接上床准备睡觉。听动静，欧阳威大概是躺在了沙发上，然而没过一会，他便跑过来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我睡不着，给你讲个黑段子吧。你家多了3个人。”我后背顿时起了层细密的汗毛，右手一翻握住了枕下的匕首。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欧阳威的同伙来了，一切都是他密谋好的。他唯一忌惮的奶奶已经入睡了，理由很简单，他表现得太平静了。欧阳威并没有察觉到我的小心思，继续在我耳边通报着。一男2女并排站在门口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。我用指尖在他掌心写了样貌2字，接着欧阳威便认真地向我汇报：头戴暗黄色斗笠，身穿黄色道袍，每人手里拿着根钓鱼竿，背上还扛着个蛇皮口袋。听完后，我顿时一惊，竟然是湘西来的捕蛇人。他们手上拿的可不是什么鱼竿，而是杀蛇
蛇用的兵器，捕蛇人和供奉蛇仙的地马，一个在南，一个在北，却有着不共戴天的死仇。我用指尖又在欧阳威的掌心上写了一段话：不管任何时候，面对任何人都不要怕。写完，我看向门口那3人，就你们这点微末道行，来东北撒也不是作践自己吗？给我滚回湘西！闻言，那3人并没有回话，而是犹如3只尸体直挺挺地站了很久。终于，右侧那个长发女子忍不住了，她是瞎子，却能看见我们。还知道我们是湘西来的，不对劲，咱们撤吧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欧阳威推了推我，他们走了。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刚才的处境实在凶险，差一点我就命丧黄泉了。我回想3人临走前说的话，总感觉怪怪的。他们刚才似乎并没有看到欧阳威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一个瞎子半睡半醒间就说出了他们的失传来历，换谁也得迷糊。我直接问欧阳威，他们看不到你吗？他没有回答，而是笑着夸赞我。你心理素质真好，临危不乱我可做不到。他不肯说，我也没再过问，转过身说了一声就准备睡觉。欧阳威嗯了一声，也躺回了沙发上。也就是这天夜里，我做了个很奇怪的梦，梦里我穿越成了死刑犯，跪在刑场，马上就要被就地正法。奇怪的是，刑场居然设在了市中心，这地方给人一种说不出的阴森和诡谲。惨青色的天空下，我们10几个囚犯站在凳子上，每人脖子上都挂着一根上吊用的绳子，一个白大褂正在挨个踢囚犯脚下的凳子，被吊住的人痛苦地挣扎着，有的囚犯更是被吓得大声哭喊，当场失禁。只有我一个人在笑。梦里的我终于恢复了视力，能看清一切的感觉真好。这时我身旁一个头发很长的囚犯将嘴贴到我脸跟前，阴阴地问：第一次吗？闻言我怒视着他，没有说话。那囚犯冲我怪笑一声：我教你个手势，看好了。然后便开始冲我比划起来，他的动作太快，指节不时发出骨折的响声。那一刻，我突然福至心灵，集中神智，死死盯着那人的手。我从未见过如此繁杂的手势，他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当那手势完全施展开的刹那，阴阳反转，时间静止，连黄泉仿佛都逆流了。我惨叫着从睡梦中惊醒，立刻施展刚刚看到的手势。我确信我做的每一步都是对的，但并没有什么卵用。这时耳边传来欧阳威的声音：你是做噩梦了吗？别想了，我先告诉你个好消息，那3个捕蛇人上吊自尽了，他们把自己吊死在了村口的树上，每个人脚下还堆着一团熄灭的篝火，好像是死前被人炼过尸油。我心中大喜，脸上却不动声色。我以为是奶奶出手的，可奶奶却说她昨晚都没有在家。3个捕蛇人大老远来趟东北，伸手一相不说，最后却连鬼都做不成。我问欧阳威：是你干的吧？然而屋里半天都没有动静，他好像带着行李走了。我皱着眉盘腿坐在地上冥思苦想，正犯愁呢，宋老歪打来电话请我去他家看看。我听他语气挺急，估计是摊上了大事。宋叔，我这边上门费是500，你看行吗？李师傅啊，你赶紧的吧，我给你5000。我收拾妥当后，握着拐杖就出了门。有个大爷热情的跟我打着招呼：三坡，出门啊？我点了点头，问道：宋老歪家是这个方向吗？是啊，我带你过去吧。刚准备拒绝时，耳边突然传来欧阳威的声音：还是我来吧。我皱了皱眉：你不是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欧阳威语气有些不悦地说道：你怎么老盼着我走啊？我当你的眼睛不好吗？我没有说话，直接拉过他的手开始写字。你杀那3人的时候没被外人瞧见吧？欧阳威有些无奈：我从小到大连只蚂蚁都没踩死过。李三坡，你这人很多疑啊。正说着呢，就听到前方传来王秃子的笑声：快看啊，那不是李大师李三坡吗？你这个瞎子一个人要上哪去啊？我没有搭理他，直接冲他比划了一个刚学会的手势。欧阳飞扶着我一路来到宋老歪家，见我满头白发还拄着根拐杖，宋老歪可能有些诧异，但也没说什么，忙扶着我进院子。李师傅，你可算来了。我最近睡觉总感觉有东西对着我耳朵吹气，然后就开始倒霉了。先是我老婆好端端的突然摔断了腿，儿子也是让人设局把这些年赚来的钱一把全被诈骗走了。儿媳一看情况不对，开始闹离婚。我们家这几天属实被闹得鸡飞狗跳，我一进屋就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。来到客厅稍作停留，就对宋老歪说：搬回来住几天自然就破解了。闻言，宋老歪一下子就急了：原本以为你学到了你爷爷的几分本事，没想到啥也不是。说着掏出50块钱就要打发我走，我既不回应也不辩解，拿出笔在那50块钱上写了个大大的种字，便塞回到宋老歪手里，转身就向外面走去。来到外面后，欧阳威也是忍不住好奇道：我虽然不懂风水，但就连我也觉得你刚才有点敷衍了。我呵呵笑了一声，等着吧，回头你就知道了。我停下脚步，望向身旁的欧阳威，为什么除了我和奶奶，其他人都看不到呢？欧阳威倒也没有隐瞒什么，他们能看到也能听到，只是他们的潜意识选择忽略了我。
我皱了皱眉，这难道就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催眠术吗？欧阳威很认真地说，没错，我说过要当你的眼睛，而且有一天我还能让你恢复视力，你信不信？我嘴唇突然颤抖了下，内心的涌动又被我强压了下去。正常剧情不该是你来找我退亲，顺便嘲讽我瞎子想吃天鹅肉吗？到你这咋反过来了呢？世间万千美男，我再帅能帅得过永强和广坤吗？欧阳威紧紧抓着我胳膊，我只感觉侧面一阵波涛汹涌袭来。难道之前没遇到过陌生小姑娘赖你家不走了吗？这话我没敢往下接，我到现在还不确定欧阳威的来历，他或许对我没有恶意，但并不代表我应该对他放下警惕。像他这种级别的催眠师很危险。当天晚上村里就出了件大事，王秃子参加富贵和前女友柳如烟的婚礼，不知是喝大了还是中邪了，突然抓着把剪刀朝着新郎的要害一顿乱剪。所幸富贵的裤子后没有伤到根本，但腿上还是见了红。当时富贵也气炸了，一把夺过剪刀朝着王秃子疯狂反剪，最终富贵成功得手。王秃子喜提太监身份，富贵喜提5年管吃管住，新娘子柳如烟则是受了刺激当场休克。全过程都是欧阳威亲眼目睹。小姑娘兴高采烈地冲我报喜，然后又很是疑惑地问道，我记得你之前冲王秃子比划过一个手势，结果当天晚上他就出事了。我听完也很是困惑，我冲王秃子比划的手势是从梦中囚犯那学来的，当时我比划出来也只是想吓吓他，但结合他在婚礼上的反常表现，我就寻思这是很不对劲。深夜欧阳威呼哧呼哧的在屋里搬着什么，听起来很是吃力。没过一会就听轰的一声将重物放在了地上，然后跑过来笑嘻嘻的跟我说，你不让我上炕我就买了张床。我笑着叹了一口气说，你真就赖上不走了。然而下一秒我的笑容就僵住了，我用手摸了摸这搬来的根本不是什么床，而是一口铜棺材。他不想说实话，我当下也没有拆穿，但是躺在床上思来想去就是睡不着，然后便故作老练的说道，买棺材也不跟我说声，隔壁村的蒋老二我认识，还能给你打个骨折。闻言欧阳威扑哧一笑，你就踏踏实实睡你的觉吧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。眼看问不出什么，我转身就准备睡觉。睡着后我又做了那个梦，惨青色的天空，无一人的鬼城，阴森的白大褂和上吊的囚犯。教我手势的长发囚犯语气焦急地问我，学会了吗？你来一遍我看看。我按他教的比划了一遍，那人看了直摇头，动作不对再来一遍。我又根据记忆中的动作试了一遍，先这样凑合吧。然后那人看向不远处的白大褂，我太虚弱了，只能靠你了。等那阴畜生靠近了，你对着他来一遍，咱哥俩是死是活就看这一遭了。我死死地盯着白大褂，当他靠近的刹那，我做出了那个手势。然而下一秒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，那白大褂走过来后好像看不到我俩，直接绕过我们去踢后面的凳子。我们赶紧用下巴甩开吊绳，又从白大褂口袋里摸出钥匙打开铁铐，然后疯狂地向远处飞奔。从始至终那白大褂竟然没察觉到丝毫异样，甚至连看都没看我们一眼，仿佛我们根本就没来过。梦到了这里悄然而止。惊醒后我擦着脸上的冷汗，全国14亿人能把噩梦当连续剧做的我估计是头一个。我寻思自己也是够倒霉的，都瞎了老天还不肯放过我，连阴梦都安排上了。好在接下来的几天我倒没再做过阴梦，每天都是一觉到天亮。这天我从欧阳威口中得知，宋老歪从哈市请来个风水大师，大师名叫马毅，来了之后在宋家大院观察了好久，然后才皱着眉进了院子。宋老歪点头哈腰的请马毅进屋。马大师，我是盼星星盼月亮，可算把您给盼来了。马毅只是摆了摆手，我的上门费是3万，其他费用另算，这个你知道吧？闻言宋老歪额头青筋一跳，马老师，那您看我家这情况倒下来一共要多少钱啊？马毅坐在那闭目养神了半晌才开口道，大概7、8万。两人谈妥价格后，马毅起身开始一间间屋的看，前后看了半个多小时才开口道，你家的格局是犯了8煞黄泉，而且还是8煞黄泉中的白虎黄泉，简单点说就是你家下面埋有阴骨。正所谓坤以二宫丑莫犯，水来沙难定无疑，这阴骨和你父子8字相冲，又犯了白虎位的凶神，处理起来是有些棘手。马毅正说着呢，却被宋老歪激动的打断，还是马老师您专业，之前我请李三坡那个瞎子真是耽误事。马毅也是随口一问，你说的是哪个李三坡？宋老歪把那天我来看风水的事说给了他听，谁知马毅听完后，原本耷拉着的眼皮突然猛地睁开，浑浊的眸子里爆发出一阵金光。他写过字的钞票还在吗？快拿给我看看。宋老歪慌忙地摸出钞票递了过去，马毅身体颤抖，死死地盯着我写的种字。世间竟有这等鬼才，那位盲人家住在哪？快带我去见他。我听到这里沉吟片刻，人来了吗？他嘿嘿一笑说，已经在门外候着了。
我冲门外咳嗽一声，进来吧。不一会，脚步声进了屋，来人正是马毅，他毕恭毕敬地冲我鞠了一躬。李人马毅见过李老师，宋老歪也跟着来了。明明是他花重金请来的大牌风水师，在我面前竟这般客气。宋老歪此时的表情非常的丰富，环顾四周，马毅不禁唏嘘，世道变了，李老师一手惊天造诣，却生活的这般朴素。我摆了摆手，农村人清贫日子过惯了。马毅干笑一声对我道：“李老师，我真佩服您。我听说那天您从进屋到解局只用了不到3秒，你们看这就叫 get。我费了半个多小时看出来的东西，还远不如您看得深刻。”宋老歪一直没吭声，这会儿终于坐不住了。他是盲人，哪来的眼力？你俩说的东西我咋听不懂啊？马毅微微一笑，给宋老歪解释道：“你看这个种子上面加个点就是家了，这个点可以代表烟囱，也是千家万户的烟火气。李老师写这个字就是在提醒你，你家常年不住人，再不弄点烟火气进来就要成孤坟了。这白虎黄泉最怕的就是烟火气，只要烟火气进了门，他再凶的白虎也得乖乖卧着。”宋老歪听得大梦初醒，不停的点头称是。我听老马一顿吹也是非常大，风水解局本不拘形式，只要达到目的，解法并不重要。马毅沉默许久，不知在想着什么。过了好一阵，他突然对宋老歪大声道：“你立刻带着家人搬回来住，至于那3万上门费，直接给李老师吧。”宋老歪点着头，汗如雨下。李老师，之前我有眼无珠冲撞了您，你别跟我一般见识。接着就拿出手机转账给我3万，再三感恩道谢，这才离去。我以前看风水最多的一次也只收过800，这突然3万到手，我只觉得有种不真实的恍惚。马毅又问了些我家里的情况，停顿了片刻，他突然毫无征兆地问了一句：“这位小姑娘不知怎么称呼？”欧阳威被吓得直接起立，惊慌地看向马毅：“你能看到我？”马毅微微一笑：“刚才在宋老歪家，我就瞧你鬼鬼祟祟，只是没点破罢了。不知姑娘是李老师的什么人？”欧阳威娇羞地说：“人家是他的未婚妻。”闻言，马毅竖起大拇指，当真是金童玉女，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欧阳威咯咯笑道：“你这人说话倒是非常好听。”这时，奶奶端着一盆尿进了屋。“三坡还不开饭吗？”我指着马毅介绍：“奶奶，这位是马老师，哈市来的大风水师。”谁知奶奶看到他，突然怒骂道：“好厉害的没脸子，居然连阴身都练出来了！我倒要试试你的能耐。”说着，奶奶直接将那盆尿一股脑泼到了马毅身上。东北这边的女地马会用到很多特有词汇，而地马口中的没脸子是指那种极难对付的鬼物。当时的马毅被泼得一身的尿，旁边的欧阳威直接当场看傻了。我虽目盲，但猜也猜出了大概画面，连忙替奶奶道歉。可马毅却面不改色地冲奶奶鞠躬：“久闻老前辈大名啊！我刚才还想说要给前辈的堂口上几炷香呢。”欧阳威当时仔细地观察着他，后来才和我说，马毅从始至终脸上非但看不到丝毫怒意，反而洋溢着一种诡异的欢天喜地，仿佛奶奶泼的不是尿，而是金子。听后我只觉得马毅这个人不是表面上这么简单。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，马毅对我说：“刚才和老太太握手时，顺势把了她的脉，我怀疑老太太很可能是修行走火入魔。我曾学过一手针灸，不如回头让我试试。”我连忙道谢，眼下湘西那边随时会上门寻仇，奶奶要是能好转，还怕哪门子的捕蛇人？马毅只是呵呵一笑：“三坡，你这么年轻，手段又高，你难道就不考虑出来发展吗？这个世界满地的钱等着你来捡。”我脸色暗沉，我以前在沈氏那边当过一段时间的风水师，感觉这一行赚钱挺难的。马毅嘿嘿笑着：“你看一次风水才收人500、800，回头人家还跟你讨价还价，能不难吗？”他跟我说了很多，其中一部分内容还涉及到馆场，我听得如痴如醉。他成功唤醒了我内心深处对金钱强烈的渴望。他语气真诚地对我道：“三坡呀，你要是愿意，可以跟我合作，我给你好好包装一下，特别要在你失明这件事上大做文章，先把你的名声炒起来，后边万事大吉。”我思索片刻，点了点头。马毅也不废话，直接递给我一个皮包，这里有30万，你先拿着去买点像样的衣服。干咱们这行接触的都是有钱人，破衣烂衫的可不好使。然后又拍了拍我的手：“你我以后是要赚大钱的。刚才咱俩说话时，我偷偷起了一卦，你这眼睛是造化还是劫，现在还很难说呢。”天刚黑，欧阳威说他有些闷，想去外面转转，谁知他前脚刚走，柳如烟就来了。一进门，他就看到了桌上的钱，轻一道：“李三坡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”接着又坐到我身边，声音软了下来：“三坡，我错了，我思来想去，还是你对我好。我和高富贵虽然已经领证了，但是只要你开口，我立刻就跟他离婚。”我把脸转向柳如烟：“我李三坡可没有穿别人破鞋的习惯。”他冷笑一声：“当年你追我是有多舔狗，你忘了吗？”我始终没有吭声。就在这时，溜达回来的欧阳威正好碰上了柳如烟，我对他做了个请的手势：“快开始你的表演。”闻言，他心领神会，直接走过来坐到我旁边，然后笑眯眯地看向了柳如烟：“我叫欧阳威，是李三坡的未婚妻。”柳
如烟和傻子似的盯着他看了半天。不可能，他也配有未婚妻？你看上他什么了？欧阳威只是呵呵一笑，他长得帅，而且还很能赚钱，已经有人请他去省城当风水师了，看一次风水至少收费3万呢。然后又转头看向我。三坡，你之前说要请个女佣照顾奶奶，是这位阿姨吗？柳如烟听到这话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我才24，你叫我阿姨？欧阳威却假装一脸无辜。你脸挺黄的，就算不是阿姨，至少也结过2次婚吧？高家不要你了，你又想回来找李三坡？老阿姨，你可长点脸吧！我心里暗喜，我这未婚妻简直杀疯了，3言2语直接就把柳如烟给对崩溃了，把柳如烟气得指着欧阳威半天都说不出话，拿起桌子上一个空盘子狠狠摔碎，起身离去。我摸着欧阳威的小脸，大喊一声优秀。始终一言不发的马毅此时也不禁一笑，现在的小年轻真是看不懂啊，时候不早该休息了。我给马毅找了个干净的空房间，让他先凑合一晚。半睡半醒间，我再次进入了阴梦。我和那个囚犯逃离刑场，正沿着一条漆黑的马路狂奔。我边跑边观察四周，很快就瞧出了不对。这座刚建好的城市仿佛已经死去多年，至今我都没看到任何活物的影子。只有夜空中那些不断下坠的尸体。我连忙叫住那人：“咱们这是在哪？我是谁？你又是谁？”那人转过身来，古怪地打量着我：“老李，你不对劲啊！难道之前降活下来时你的60受损了吗？竟然失忆成这样！”见我一脸迷茫，那人叹着气道：“你叫李世龙，我是你出生入死的忘年交欧阳杰。”他迷茫地看向四周，声音也有些颤抖：“这里很大概率就是6道中的恶鬼道，也就是阴间。”他这一顿发言，属实是给我搞得有些迷糊。我怎么变成了我爷爷？记得当初爷爷曾交给我一个空纸盒，还说里面的东西能治好我的眼睛。为了这个空纸盒，爷爷去了下面，还不小心让阴女子摸了脸，因此而死。难道说这里就是当初爷爷取纸盒的地方？这个梦可以带我解开爷爷的死因，说不定其中还暗藏能让我恢复视力的线索。我惊悚地看向四周，小时候曾听长辈说起过阴间，显然夜空中那些尸体就是从人间坠入这里的死者。欧阳杰上前诧异地注视我：“你在笑什么？这里是阴间，你还能笑得出来？”我看向他说：“你不懂，你眼中的阴间在我眼里却是佛光普照的天堂。至少在阴间，我是个具备完整视力的正常人。这种感觉只有盲人才知道有多宝贵。曾经无数个日夜，我无声地向命运诉说，我愿意献出生命换取哪怕只有3天的光明。现在光明就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，我怎能不为此感到狂喜？什么恶鬼道、地狱道，我才不在乎！”不等我结束幻想，欧阳杰就拉着我狂奔。我边跑边问他：“咱们要去哪？”他更是连头都没有回。“你全忘了吗？你孙子得罪了阎王下了，你求我带你下来取走黑橡树救你孙子。”只是我特么的也不确定这里到底是不是阴间。我心中一惊，黑橡树那是什么东东？我之前的猜测居然是正确的，我激动的全身颤抖。这个梦重演了当时爷爷走阴的经历。欧阳杰正要回答，突然看向后方，漆黑的眸子里露出深深的惧意。糟了，阴兵追来了！那玩意太邪性，咱们可对付不了。我顺着他的视线瞧去，远方道路的尽头出现了几个隐隐绰绰的人影。二话不说，我和欧阳杰就冲进路旁的写字楼，随便打开个房间开始刨坟。我俩把自己埋进坟包里，只露点眼睛出来。刚藏好，没一会阴兵就追了进来。我死咬着牙，一动都不敢动。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阴兵们被惊动，立刻冲出大楼，朝着尸身的方向飘去。我和欧阳杰赶忙从坟里爬出来，灰头土脸的大口呼吸着空气。危机解除，梦也终于醒了。醒来后我久久都不能平静。马毅正准备给奶奶针灸，欧阳威边在一旁观看边给我描述画面。只见他小心地打开一个红色小布包，里面是密密麻麻的绣花针，接着他就掐了的兰花指，然后整个人的气场也都变得阴柔起来，细声细语地对奶奶说：“老姐姐你躺好，我这定魂针可是有些疼的。”我奶奶却是直愣愣地看着他，突然一口老痰吐到了他的脸上。马毅既不生气也不擦脸，双手交叉连环快速在奶奶头顶下了9针，紧接着又是9针，短短一会功夫不到，他足足下了82针才停手。马毅任学极准，手法快如闪电，让人不得不叹服。东方不败，欧阳威惊道。马毅擦了擦脸，口中念着细密的咒。只见奶奶头顶的82根绣花针竟冒出了渺渺青烟，一时间奶奶屋里竟宛如香火旺盛的佛堂。我甚至隐隐听到了僧人念经的声音。做完这些，马毅也是累得脸色苍白。我尽力了，成与不成就看天意了。奶奶紧闭着双眼躺在那里一动不动，我也是一直陪在她的身边，一直到中午，奶奶终于醒了。醒来后的奶奶很是虚弱，看向一旁的欧阳威，又看了看马毅。马师傅，多谢你了。然后抬了抬手说：“你们先出去吧，我跟三坡说2句话。”他们走后，奶奶这才告诉我，原来他之前根本没疯，而是老仙修行出了差错，把他给连累了。
他的老仙前后蜕过7次皮，道行高深。爷爷死后，老仙告诉奶奶，他看到湘西那边的捕蛇人在蠢蠢欲动，要来东北找他寻仇。一般的捕蛇人老仙也不放在眼里，但那帮人里有一个很特别，竟练出了蛇相，这种情况老仙就很难对付了。不得已，老仙决定铤而走险，闭关化蛟。可是蛇要足足经历9次蜕皮才有化蛟的资格，老仙还差着点境界，最终化蛟失败陨落了。奶奶浑浊的眼珠子上下打量着我。三坡，我发疯的这段日子魂时常不在身上，没空管你。你有没有做过什么怪梦？一说到梦，我连忙把在阴间的全部经历告诉给奶奶。奶奶听完咧嘴一笑，应节终于来了，你怕不怕？我说怕归怕，但还是挺新鲜的，至少在下面我不是瞎子。奶奶赞许我道，你这孩子就这点好天大的事也从不慌乱，你这性子像我。我内心焦急，心中老大的谜团等着奶奶解答。奶奶喝了口茶，咂巴着嘴道，当初你爷爷的确认识个名叫欧阳杰的人，这人很厉害，道行远在我们之上。你失明后，你爷爷着急啊，这么年轻的小伙就瞎了，将来我和老不死的都走了，你一个人可咋办？于是你爷爷就找到欧阳杰，许诺给对方一个大好处，让欧阳杰带着他去阴间取一个东西治你眼睛。我眼皮一阵乱跳，是黑橡树吗？奶奶点了点头。其实你做的这个梦，就是当初你爷爷在阴间的一部分遭遇。那天老不死的回来后，我问过他，他所说的和你梦到的完全一致。我着急的问他，所以这个黑橡树到底是个啥东西？奶奶盘腿坐在炕上，一口口抿着烟。那是另一个世界的树，此树诡异无边，包罗万象，其中光是开天眼的法门就记载了100多种，随便拿出一种都能让你重获视力。我听完心中又惊又疑，可是爷爷回来那天却只给了我个空纸盒，里面啥都没有啊！难道爷爷失手了吗？奶奶阴阴的笑着，你爷爷那老不死的手段何等阴森，他能失手？黑橡树其实早就在你身子里了，想要唤醒它，你就必须要经历应劫。我从奶奶口中得知，这个黑橡树本是阴间的物件，就算带回人间，它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。爷爷回来那天，我手在纸盒里乱摸时，黑橡树就已经悄无声息地进了我的身子，而我做梦的这个过程就叫做应劫，它是每一个想学阴间术的人都必须经历的，只有通过了应劫，才能开启体内的黑橡树。奶奶对我说，等你完整做完这场梦，把你爷爷在下面的经历再完整经历一遍，到那时你就算应了劫，沉睡在你心里的黑橡树也自会开启。我手心满是冷汗，看了眼门外，心中产生一个猜测，那个欧阳杰会不会和欧阳威有关系呢？奶奶听了不置可否，这个就得你去问他了。这个小女娃娃可不是一般人，她身上的阴气比鬼都重啊！奶奶的话听得我心里咯噔一跳，接着她又叹了一口气说，其他的事情回来再说，现在给我滚回阴间应你的劫去吧。说罢，她便猛地掐向我的人中，我顿时大骇，奶奶，我还没准备好呢，你好歹传我件防身的宝贝啊！我身体在下坠，耳边传来奶奶的恶笑，留点神，你要是死在下面，可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接下来我就失去了意识，等我再次睁眼，又回到了那个阴森的梦里。咱们接着梦的上一集，甩开阴兵后，我跟欧阳杰在漆黑的公路上撒丫子狂奔，跑了很久，我们停下脚步略作休息。我擦着汗问欧阳杰，黑橡树在哪？他疲惫地坐在路岩石上，缓缓道，黑橡树由阴女子看管，要是在人间，你我联手或许能跟他过几招，但这地方你我的树受到了很大的限制，单凭咱哥俩绝不是阴女子的对手。欧阳杰思考良久，像是做了什么决定。我认识一个阴森玩意儿，他能帮到我们。我皱着眉思索，脑海中突然一闪，阴间与人间的时间一定是不对称的。我爷爷虽然早已死于人间，但至少现阶段的阴间，他的存在尚未被抹杀。如果我能利用这一点改变这个梦的结局，也就是不让阴女子摸到爷爷，那说不定我爷爷就不会死。我看到了希望，整个人也兴奋起来。你说的那个阴森玩意儿具体是个啥？欧阳杰看向我说，是个道行高深莫测的老黄皮子，但他一定会管我们要某样东西，至于要什么那就不好说了。接着他起身坐到我身边，语气低沉了下来，老李，这次为了救你孙子兄弟，我赴汤蹈火，带着你一路杀进阴间，只要能帮你抢到黑橡树，付出再大的代价，兄弟也认了。我闺女欧阳威和你孙子成亲的事，你答应还是不答应？欧阳杰明知我是个瞎子，还千方百计想把他闺女嫁给我，甚至为此不惜冒死来阴间抢夺黑橡树。所以我身上到底有什么值得欧阳父女这般图谋？我试着从他嘴里套话，要搁以前咱俩家门当户对，这门亲事我肯定想都不想都答应。可现在你明知我孙子瞎了，你想不开还是咋地？我话没说完，只见欧阳杰的脸色已经变得难看起来，眸子里竟涌出深深的怨恨。李世龙，你别跟我俩磨叽，你就说你答不答应吧。他的双眼布满血丝，死死盯着我。你不答应我，可就不管你了。没有我，你自己是回不去的。在梦里，我扮演的是爷爷的角色。如果这里拒绝欧阳杰，那后续的线索也就全断了。目前也只能先答应了他。
见我点头，欧阳杰面色这才缓和下来，接着便站起身说：“你放心，这次无论如何，我势必帮你抢到黑橡树。走，我们先去找老黄皮子。”走了不知多久，我们来到一栋楼前，我俩钻进了像极了电影里被废弃多年的鬼楼。他带着我上了2楼，来到203就开始敲门。开门的是个身形佝偻的老太太，这老太太就是欧阳杰口中的黄皮子。欧阳杰笑着和她打招呼：“舅姥姥是我呀。”但就连他也很忌惮对方不敢站得太靠近。老太太上下打量着欧阳杰，点了点头：“来了呀。”俏后生：“吃饭了吗？”老欧也是没有废话：“我们来是想请您帮忙对付阴女子的。”舅姥姥在我身上快速一扫后，又瞧向了老欧。那阴女子可不是一般的凶，我也不太敢去啊。接着便盘着腿坐在了走廊的中间，张嘴就管欧阳杰要哈拉气和咯咯哒。老欧也是早有准备，打开包袱就是疯狂的向舅姥姥投喂。很快那老黄皮子酒喝了，小鸡儿也吃了，要我出手可以，我要取你3分气运。不等欧阳杰答话，他又指向我，还要你10年阳寿。也许是看我爷爷太老，他又立马改口了，我要你孙子的10年阳寿。我听得心里一阵恶寒，他咋知道爷爷有我这么个孙子的？欧阳杰看了看我，脸色也很不祥。面对这种阴森玩意，但凡你动一丁点讨价还价的心思，都要出大事。我们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答应，要么掉头就走。欧阳杰问我：“世龙你怎么看？”我仔细权衡这件事的利弊，最后下定决心，可以，但是必须等我拿到了黑橡树，并且毫发无损的带回人间。这期间我但凡被那阴女子碰到一根毫毛都不算数。舅姥姥剔着牙缝里的血丝：“好，我护你周全就是。”见状，欧阳杰也是一咬牙：“3分气运是吧？给你了。”双方谈妥后，舅姥姥转身进了屋。只见她手伸进坟里取出一支画笔。一会姥姥敲门：“你们俩小孩瞧准机会进屋抢宝。”然后我就准备下楼，却被老欧一把拽住。我做梦都没想到，那传说中的阴女子居然就住在舅姥姥家的隔壁。舅姥姥低着头站在204门前，正准备敲门，可谁知那门突然自己开了一道缝，接着有一阵刺骨的阴风从屋里吹了出来。过了好久，才传来一阵凄惨至极的古代戏子声。我正细细听着那阴女子唱的戏，可画面走到这里突然就停了。我在这个时候居然醒了。欧阳威用手擦着我额头的冷汗：“你醒了？”接着他叹了一口气说：“马叔说奶奶供奉的老仙死了，他这个地马也就等于散功了，现在睡着了，但是很虚弱的样子。”我心脏一阵抽搐，我爷爷已经没了，如果奶奶再走，我都不敢往下想。我告诉了他我在阴间的经历，然后翻身看向他：“你爹回来了吗？”欧阳威声音暗沉下来，鼻子突然一酸：“我好久没有我爹的消息了，他只给我留下一封信，说要去下面拿个东西，还说万一他回不来，就让我来找你成亲。”我的思绪回到了阴间，有件事我始终搞不明白，你爹带着我爷爷下阴间抢黑橡树，他冒了那么大的险，付出那么大的代价，就是为了让我爷爷答应咱俩的婚事吗？你爹这么做图了个啥呢？这其中的缘由，欧阳威肯定知道，但他不肯说，我也就没再问。这几天马姨一直住在我家，欧阳威说他每天自己待在屋里，几乎不出门。这段日子奶奶又老了许多，有事儿没事儿的老是念叨着蛇相。这些天我内心始终焦躁不安，右眼皮老是跳，总感觉要出大事。我想知道舅姥姥和阴女子之间的斗法谁是赢家，可这该死的梦却迟迟不来。这天我和马姨讨论阴间的话题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马姨居然认为阴间根本就不存在，这人死了就跟电脑关机一样，记忆统统消失在了虚无中。我细细品味马姨的话，突然感到一阵深深的困意，我心里大惊，赶忙跑回到自个屋里，刚关上门我就倒在了地上。再次睁眼，我回到了那个阴黑的楼道，舅姥姥正站在204的房间前，跟屋内的阴女子对峙着。阴女子唱完戏缓缓走了出来，出门后始终低着头一声不吭。舅姥姥点头哈腰的朝着对方作揖：“我是你隔壁邻居，我找你讨个风，你看我像不像个人？”那阴女子大概也没想到黄皮子讨风竟讨到他头上来了，他笑了笑，冲舅姥姥勾着手指：“你想知道啊？来，我告诉你。”舅姥姥有些忌惮对方，犹豫着不敢上前。阴女子一个劲的唤他：“来呀，快活呀，反正有大把时光。”没等舅姥姥靠近，他又一字一句的说道：“有一天你会死在一个瞎子手里，他会剥了你的皮做成鞋垫子。”这话说完，舅姥姥当场就炸了毛，从袖子里抽出画笔朝对方眼睛刺去。阴女子尖损的笑着，轻易就躲开了。舅姥姥身形也跟着抱腿，这2个阴森玩意互相拉开距离，各自盘腿坐在楼道两端，要开始斗法了。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喘，瞧向不远处的204房间。欧阳杰在一旁解说给我听，阴女子言出法随，她说出的话必会应验。这下可把舅姥姥气炸了，非要拿出看家本领，逼着阴女子把话收回去不可。我掌心满是冷汗，这个梦对我来说是大机缘，我竟渴望着能从他俩身上学到术，但很快我就意识到我想多了。他俩就搁那坐着一动不动，老欧倒是看得起劲，脸色时而狰狞时而放松，显然是看入迷了。我看得很着急，想问他场面咋样。
样了，但是又怕穿帮不敢问，很快还真让我看出了点门道。就姥姥那3根阴香半死不活的冒出青烟儿，慢慢往阴女子方向飘着，可每次只飘出2-3米远就倒退了回来，如此反复了好几轮，就姥姥急了，用画笔沾着香灰飞速在地上画了起来。那画笔带着神通，画什么就来什么，眨眼间10几个香炉就被舅姥姥画了出来，浓浓的青烟从香炉里齐齐涌出，朝阴女子压了过去。舅姥姥暂时压住了阴女子，立刻给我信号，就是现在。我咬着牙猫着腰往204冲去，虽说这是梦，但我却没有重来的机会。我成功猫进了阴女子的家，借着微弱的光，我急切地找寻黑橡树，可这玩意到底是本书还是个啥？别说我了，就连欧阳杰和舅姥姥都不知道。我满头满背的冷汗，快速翻找，终于让我在桌子角落找到了个小纸盒。这纸盒我太熟悉了，之前爷爷把它交给我都被我盘包浆了，我只一摸就认了出来。我没有急着离开，而是打开看了眼，盒子里放着个阴森的小玩意，我抓起来一看，是一个漆黑色的钥匙。这玩意儿就是传说中的黑橡树吗？我来不及细想，抓着黑钥匙悄无声息地退出屋子。此时的楼道里厮杀非常的惨烈，舅姥姥躺在地上，嘴里吐着黑血。我退回到楼梯口，紧张地看他们操作。老欧盘腿坐在地上，面前摆着一个装满了黄豆的小碗，口中轻念着什么口诀。我看得如痴如醉，一时间竟然忘记了恐惧，仿佛陷入了一种禅的状态，双手不受控制地模仿着他的动作，一门心思地想偷学他的术。很快碗中的黄豆就见底了。老欧面不改色，不停地往碗里添着欢乐豆。斗法进行到这里，我内心对场面也有了大概的解读。他们2人加起来也斗不过那阴女子，落败是迟早的事情。既然黑橡树到手了，那我就准备先走一步了。我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粉土，撒在地上，准备布阵。可就在这时，不远处207的门突然从里面打开，一个身穿黑色中山装的中年人从里面走了出来。我看到那人的瞬间，猛猛地倒吸了几口凉气。来人不是别人，正是现在住在我家的马毅。他曾亲口告诉我，阴间是迷信，根本不存在。可他此时却出现在了阴间，而且还和我出现在同一层楼里。我皱着眉头瞧去，只见马毅一脸阴霾地朝着楼下走，而且看上去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他对2楼正在进行的斗法不闻不问，好像压根就没看见似的，只顾着往楼下走。见状，我冲着马毅大喊一声：“马毅！”是我李三坡呀！听到我的话，马毅回头瞧了我一眼，脸上却满是陌生人的冷漠。他也没理我，就径直下楼了。我心里很疑惑，但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，眼下还是逃命要紧。我们在速度上不占优势，想逃只有布阵。接着我就继续不停地往地上撒着粉土，脸上的汗珠像坏了的水龙头一样顺着鼻尖不断滴落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金光闪闪的小物件滚到了我的面前，我一看，竟然是朱天师的画笔，而远处的舅姥姥正专心地操控着黑烟和阴女子斗法，压根就没有时间往我这边看。见状，我一把抓住画笔，塞进兜里继续布阵。此阵名叫狼烟北斗，一旦启动，可瞬间移动到几百米之外。阵法准备完成后，我抬头注视着斗法的场面。此时老欧的欢乐豆差不多也用尽了，反观那阴女子却是一刻都不停地往外呕着死物。下一秒，老欧就撕心裂肺地朝着我疯吼：“李世龙，你还在看戏是吧？”看到这里，我冲他招了招手，示意他过来。见我眼神古怪，欧阳杰心领神会，接着他就大袖一挥，把所有的黄豆都扔了出去，这才暂时逼退了那阴女子的攻势。然后他就3两步抢到了我的面前，问道：“这是要准备撤了吗？”我一把将欧阳杰拽进粉土画的圈里，那不然要留下来等死吗？就让舅姥姥留下给咱俩垫背吧，不然谁也走不了。听到这话，欧阳杰点着头看向远处的舅姥姥，同时眸子里也涌出一丝杀机。我也不墨迹，口中立刻念咒，准备启动阵法。再看场面上，舅姥姥孤身苦战，她那满是皱纹的脸上写满了惊恐和怨恨。这老黄皮子竟直接吓得尿了裤子。见我启动阵法，舅姥姥身子猛地一抖：“你们2个别丢下我呀！”闻言，老欧连忙的招呼着他：“姥姥快上车，我们给你留位置了。”可就在姥姥还没跳进圈子时，欧阳杰突然发难，他伸出手指就点中了舅姥姥的眉心处。舅姥姥发出一阵惨绝人寰的疯笑后当场倒地，被后方追赶而来的阴女子来了个亲密接触。眨眼间，狼烟北斗阵法已经启动，接着我就感觉眼前一花，周围的景物瞬间模糊了起来。下一秒，我们就出现在了大楼外的某处街道上。这时，欧阳杰精疲力尽地冲我笑道：“李世龙，你个老狐狸，我真是服了你了。之前我给那老黄皮子喂吃的时，你就在那鬼鬼祟祟的，原来在那个时候你就在运筹退路了。”
听到这话，我冲他笑道：“打又打不过，跑还跑不掉，总不能原地等死吧？”老欧一边大口喘气，一边擦着脸上的尘土。果然姜还是老的辣，这个局让你李世龙给做绝了。留下老黄皮子店被拖住了阴女子不说，我欠他的3分气运，你孙子欠的10年阳寿，这下都不用还了。听到这话，我笑呵呵的拿出了老黄皮子的画笔，确定画笔和黑橡树都在之后，就对欧阳杰说道：“这地方不能待了，快点带我回去吧。”闻言，欧阳杰这才惊悚的看了看四周，出口离这儿可是有点远啊，咱们估计还要半个多小时才能到。话落，老欧就在前面领着我一路狂奔。我一边跑一边想，这个梦的结局竟然是意想不到的好。我所控制的爷爷既没有被阴女子摸到脸，还成功拿到了黑橡树，甚至还收获了一支画笔。也不知道等回去以后，我是否能改写过去的时间线，让爷爷死而复生。我越想越兴奋，可下一秒突然哇的吐出一大口血来。欧阳杰立马上前扶住我，问道：“老李，你这是咋了？”我虚弱的回应着他，估计是204的阴气太重了。见状，老欧二话不说背着我继续跑。李世龙兄弟，保你活着回去，将来我闺女就交给你们李家了。我心想，这人的道行也是霸道到没边了，能正面硬刚阴女子毫发无损，这回还能背着我跑得这么快。渐渐的，我感觉到自己快要睡着了。见我状况不对，欧阳杰大声的呼喊着我：“快到了，老李，别睡啊，没有在阴间睡觉的道理，你睡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我使出力气狠狠咬了下舌尖，顿时就感觉清醒了不少。而此时路两旁原本漆黑的窗户突然都亮了灯，窗户里的一座座阴粉也在惨黄色的灯光下无声地注视着我们。欧阳杰的脚步也逐渐开始放慢。老李呀，咱们好像跑不掉了，那阴女子追来了。闻言，我惶恐地回头瞧去，只见远处的黑暗中，一个瘦弱的女子正在低着头快速靠近。完了完了，BBQ了！此刻的欧阳杰也是油尽灯枯的模样，脸色极其的难看。就在生死攸关的一刹那，远处的街角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，那中山装化成灰我都认得。我指着马毅看向老欧说道：“快背我过去，我跟他说句话。”闻言，欧阳杰背着我跑了过去。到了之后，我拍了拍马毅的肩膀：“对不住了，马叔，等我回头请你吃饭。”阴间的马毅并不认得我是谁，他直愣愣地看着我，有些疑惑。这时后方的阴女子也已经追了上来，见状，我将钥匙直接丢给马毅，说道：“黑橡树交给你了，一定要替我保管好。”老欧何等聪明，我话音刚落，他立刻会意背着我就逃。果然，阴女子并没有追来，而是歪着头瞧向马毅，一直跑出好几里远。欧阳杰这才问我：“你真把黑橡树给那人了，还是给的其他的东西？”听到这话，我也是控制不住的笑了出来。给的是我家菜窖的钥匙，反正那阴女子肯定一时半会儿也分不出真假，势必要跟马毅较量一番的。闻言，老欧脸上再次露出了佩服的表情。老欧背着我，仿佛跑了整整半个马拉松，我们才来到一个空旷的广场前。广场中央立着一座5米多高的门。见状，老欧叹息一声：“进了门，咱们就回到人间了。”然而，欧阳杰背着我还没来得及进去，突然一只惨白的手轻轻搭在了我的脸上，一瞬间我的半个身子就僵了。心想，终究还是逃不掉命运。马毅也好，就姥姥也罢，都没能拖住阴女子，最终我们还是被她追上了。在我脸上轻轻摸了一把，阴女子捂着嘴笑着，又一伸手在欧阳杰的长发上轻轻一拽。梦醒来后，我耳边还久久回荡着老欧的惨叫：“李世龙，告诉你孙子，我闺女她……”眼前的无尽黑暗证明了这里是人间。我躺在床上久久都不能平静，最终我也没有听清楚老欧他闺女怎么了。过了很久，我手伸进兜里一摸，摸出一把坟土，第二把摸出了朱天师的画笔，他竟然也被我带回了人间。我终于通过了应劫，有资格开启黑橡树了。我迫不及待地开始盘腿打坐，一闭眼，脑海中突然出现一把漆黑色的钥匙，但还没来得及反应，那钥匙瞬间消失，接着就有大量繁杂的文字如滔天巨浪涌入我的脑海。我疯狂地颤抖起来，脸上湿漉漉的，伸手一摸，双眼居然流出了2行血泪。我根本顾不上擦，因为此刻的我头疼欲裂，难受的要死，脑中巨浪一层接一层，不断的冲击覆盖着我的记忆。欧阳威察觉到动静，赶忙喊来马毅，见我满脸血的躺在地上打滚，马毅二话不说就在我脸上扎了几针，我这才从癫痫状态中清醒了过来。欧阳威帮我擦了脸，将我扶到床上。三坡，你这是咋了？我没敢说话，坐了好久，这才终于把脑海中的信息全部吸收。黑橡树简直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，仅仅是浮现在表层的信息就彻底刷新了我对树的认知。我脑中快速翻找着，很快找到了关于开天眼的描述，但绝大多数都有严苛的条件，并不适合我。最终只找到一个我适用的术，那就是千尸眼。千尸眼的原理是通过消耗阴气来获取视力，这个阴气的来源可以是外物，也可以是自身，只要阴气存在，就能一直保持视力。这对于刚从阴间归来的我来说，简直是求之不得。我正愁着没法排走呢，二话不说，我立刻按照书中的手势开始反复练习。从小我对手势的狂热，让我的手指远比常人灵活。
再难的手势我只看一遍就能学会，就算欧阳杰的撒豆成兵我也只学了一遍就记住。饶是如此，我却用了足足7天才学会了启动千师眼的全部手势。7天后，我站在一个破旧的拖拉机上，睁开眼看到清晨的第一缕光，使我无声地哭了很久。从这天起，我就知道我这辈子注定不会平凡。我也终于看到了欧阳薇，她本人比我想象的更美，难怪柳如烟在她面前会那样自卑，背对的连嘴都还不了。我们彼此注视着对方，欧阳薇立刻察觉到了不对，你是能看见东西了吗？我点了点头，没有任何隐瞒。这个美丽的姑娘是我未来的妻子，而且她爹和我爷爷之间有过命的交情，我100%信任她。再说黑橡树牵扯到了欧阳杰的生死，所以把我在阴间的全部遭遇都告诉了欧阳薇。听我讲述完，欧阳薇的脸色刷一下就白了，也就是说我爹被留在了阴间，事关父亲的生死，欧阳薇显得很焦急。奶奶知道去阴间的法子吗？听到这话我摇了摇头，这世上知道怎么去阴间并且还能活着回来的，恐怕只有你爹和马毅2人了。马毅这个人城府很深，他未必肯说。闻言，欧阳薇洁白的香牙紧咬半天没有说话。见状，我紧握着欧阳薇的玉手说道：“你爹对我们李家有大恩，你就算不提这事，我也要救他的。你给我点时间，等我吃透了黑橡树，高低也要带你下去一趟。咱们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不找到你爹誓不罢休。”闻言，欧阳薇目光有些奇异：“你不会骗我吧？”我认真的看着他，我瞎的那段日子，只有你死心塌地陪在我身边，护我周全，我怎么能辜负你？见状，欧阳薇笑着问我：“那你就不怕我是鬼吗？”听到这话，我就是呵呵一笑：“你就算是阴女子，我也非把你娶了不可。谁让我是你的阴汉子呢？”我做事就扑了过去，知道我暂时恢复了视力，欧阳薇也是喜极而泣，紧紧抱着我许久不肯松手。这件事情我独独瞒着马毅，奶奶说马毅心里住着一只鬼。我仔细观察着马毅，发现奶奶说的没错，这个人身上藏着一个很阴森的谜。马毅整天耷拉着眼皮坐在屋里喝茶，脸上始终带着一种我读不懂的遗憾，他那昏黄的眸子里透着淡淡的死气，仿佛一个活了1000年的老人看尽了世间一切沧桑。之前马毅曾亲口告诉我阴间根本不存在，可他本人明明出现在了阴间，而且和舅姥姥阴女子同住一层楼，他为什么骗我？他出现在阴间的目的又是什么？这些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。晚上吃饭时，马毅提议让我们跟他一起去哈市居住，他在那边认识一个很厉害的老中医，可以给奶奶开复方子调养一下。我寻思着湘西的捕蛇人迟早还会找上门，去哈市暂避下风头也好。我们第2天一早就动身，下午到达哈市。路上没什么事，我索性关了千师眼，节省阴气。马毅多年前在市郊购入一栋联排小别墅，这些年一直空置着，就安排我们住了进去。他请来的老中医很快就到了，给我奶奶把完脉，老中医给开了复方子，还说我奶奶的气血太虚，最好能再找几株百年老参给她吊吊命。我直接把马毅给的30万全部交给欧阳薇，让他给奶奶买药，安顿好奶奶。我对着马毅说道：“马叔，这些日子多谢你的照顾，有什么要我做的，你只管开口。”闻言，马毅点了点头：“我这边的事倒是不急，你一定要把你奶奶照顾好，她毕竟是你最后的亲人了，其他的都是小事。”听到这话，我默不作声，可眼眶突然有些湿润。接了几个电话后，马毅就急匆匆的离开了。揉了揉眼睛，我立刻闭目打坐，继续发掘黑橡树的秘密。在巩固练习千师眼的过程中，我又找到另一个适合我的法门——大狐狸观想法。这个观想法很是玄妙，在和敌人斗法时，他能看清敌人术的破绽，从而提前发动策略进行反击。我身边也没个陪练的，只好先把大狐狸观想法的手势和心法先牢记下来。为了节省阴气，我大多数时间依旧让自己处于失明状态。这段时间，我除了研究黑橡树，还迷上了画画。那根从舅姥姥手里顺来的画笔，我简直爱不释手。我回忆着当时和阴女子斗法时，舅姥姥曾画出好多个香炉，跟真的一样，可它到了我手里却不好使了。画出来的东西再好看，终究只是平面的死物。这天夜里，我刚伺候完奶奶喝药，就听窗户外边突然传来阵阴森的笑声。老东西，以为躲到哈市我们就找不到你了吗？听到这话，我头皮一跳，急忙启动千师眼朝窗外瞧去。只见漆黑的院子里，歪歪斜斜一动不动地站着个人。咱们先友好的文斗一下吧。下一秒，史细妹就走进屋里，来到壁炉前。我能从这炭火下面摸一条蛇出来，你们信吗？我望向炭火，这么高的温度，铁蛇在里面都要烧冒烟。当时就感觉史细妹这牛波一吹大发了。史细妹望向2楼，朝奶奶嘤嘤一笑，下一秒就把手直接伸进滚烫的炭火里，不停地摸着。她另一只手也没闲着，不停地快速捏着指诀。那画面看得我头皮直跳。就在这时，我眼前突然一黑，我以为是阴气攻不上来，导致千师
视眼关闭了，心想这一下我和奶奶就全完了。好在眼前的黑暗只是一刹那就消失了，紧接着一段奇异的画面立刻浮现在我脑海中。我看到了一个男子正盘腿坐在地上，双手不断比划着各种手势。我满头满脸的冷汗，惊得合不拢嘴，很快就意识到我已经进入了一种奇异的观想状态。我知道这是大狐狸观想法启动了。他能看清敌人数的破绽，从而提前发动策略进行反击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。观想中出现的男子在叫我怎么对付史西妹。等那男子做完整整一套手势观想悄然结束，而现实里也只过去了一刹那。我再次看向史西妹，只见她从炭火里摸出某个物件，猛地一拽甩到了地板上，的确就是一条活着的蛇。见我和奶奶都不吱声，史西妹摇着头叹气。以前常听人说东北能人影客比比皆是，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。就你们这点微末道行也敢出来开堂口？听到这话，我冷冷看着他，你敢不敢再试一次？闻言，史西妹轻哼着手再次伸进炭火里。小瞎子，我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见状，我立刻使用观想时学来的手势，眨眼间整套手势就被我利索的施展出来。再看史西妹很快拽出一个东西，然而下一秒她的笑容就僵在了脸上，因为她摸出来的并不是蛇，而是一只大癞蛤蟆。她一脸不祥的死死盯着我。小瞎子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没有回答，而是指着蛤蟆说道，你看它像不像你？我做梦都没想到千尸眼配合大狐狸观想法使用，效果竟如此霸道。此刻楼上的奶奶也拍着手叫好。我模仿史西妹刚才的语气，以前常听人说湘西能人影客比比皆是，就你这点微末道行也敢学人来东北斗法，是谁给你的勇气啊？闻言，史西妹很是忌惮地看着我，但她显然是不服气，不信这个邪，一咬牙，手又在炭火里摸了一圈，这次被她摸出个骨灰盒。诡异的是，那骨灰盒上居然贴着一张史西妹的黑白遗像。见状，我毫不客气地嘲讽着史西妹，祝你头七快乐。史西妹双目瞳孔剧烈收缩，咧着嘴冲我喊道，好手段，难怪我那3个大弟子让你吊死在树上练了尸油。我也没管那么多，冷笑一声，文斗你输了。听到这话，史西妹点了点头，是啊，我输了，不过我要是这么空手回去，可没法给当家的交代，所以武斗也得来一次。也不等我答应，他就一挥手，盘腿坐在地板上，冲我比划了个起手势，而且这个起手是有拼命的意思，看样子是既分输赢也决生死。见状，我不敢怠慢，立马也盘腿坐地。有千尸眼提供示例，又有大狐狸观想法现场教学，我心里也有了底气，不再惧怕对方。就是不知道体内的阴气还能支撑多久。奶奶也在楼上给我打气，三婆不要害怕，老仙儿最护短了，他在天之灵一定保着咱家小孩呢。我还没来得及回话，就见一道漆黑的蛇影朝着我缓缓逼近。我死死盯着那蛇影，全身顿时起了层鸡皮疙瘩，心想这老天爷还真是瞧得起我，第一次斗法就给我安排上了这般阴间的对手。而这时脑海中再次出现观想画面，这次那个男子没有比划什么手势，而是拿着一根画笔朝地面轻点了下。看到这里，我立马就懂了。在那蛇快来到我面前时，我立马掏出画笔一点，下一秒伴随着一道焦烟冒出，蛇影像是咬到了一团火一样痛苦地缩了回去。看到这一幕，史西妹眼神里满是惊疑和不解，你这白毛小瞎子名堂还挺多的。话落，他就连续轻弹手里的蛇骨，刚缩回去的蛇影再次朝我咬来，而且每次被画笔逼退后又闪电般的反咬回来。我的画笔渐渐的有些跟不上速度，一个来不及，我小腿让蛇影咬了一口，顿时血流如注。这时脑海中又有了观想画面，那端坐在的男子丢掉画笔，双手握拳合十，大拇指护顶，比划出这个手势后，观想立刻消失。几乎同时，我也朝着史西妹施展出了同样的手势。那一刻，连空气仿佛都静止了。下一秒，那半米长的碧绿蛇骨突然毫无征兆的狠狠咬在了史西妹脖子上。史西妹握着伤口，恶狠狠地注视着我。这条银环蝮蛇道行超过了500年，我耗费3年才抓到它。你这是什么术，竟然能让我的法器反噬我？斗法进行到此已经接近尾声，史西妹让蛇骨反噬，此时软塌塌的坐在地上，半天爬不起来。将死的那一刻，他回光返照的清醒了片刻，看了看我，又看向楼上的奶奶，一个老疯子，一个小瞎子，你们跑不掉的。我儿子练出了蛇，向他避灭你们李家满门。这时奶奶从楼上扔给我一个黑色小玻璃瓶，趁他魂儿还没跑走，我教你一段密咒，把他的魂儿勾了装进瓶子里，以后说不定能派上用场。我答应着打开小瓶子，念了一遍奶奶传授的密咒，下一秒就有一股淡淡的烟雾从史西妹体内缓缓飘出来，钻进了瓶子里。我将小瓶子收好，看着地上的史西妹，思索片刻后给马毅打去电话，马叔，我家进贼了，我家和捕蛇人之间的世仇马毅是知道的。我一开口，他立刻秒懂的意思，这种小事你就别管了，我马上安排。没一会儿就来了4个穿着黑衣的中年男人，他们3两下就把现场收拾干净了。从始至终，这4人连看都没看我一眼。
等马邑的人走了，我才终于回到卧室。此刻里面穿的秋衣秋裤都已经被冷汗浸透，我换了一身衣服钻进被窝，只觉得很疲惫，全身每个骨头都针扎的疼。此时体内的阴气也已经全部耗尽，我躺在黑暗中回忆着刚才斗法的画面，久久不能平静。只是从黑象术里学会了2个法门，就让我的实力有了如此恐怖的提升。直到此刻，我才真正懂得了黑象术的宝贵，也明白了爷爷当初的苦心。只是这2个法门都需要消耗大量的阴气，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死斗，我意识渐渐模糊。半睡半醒间，我感到被窝里钻进2只滑溜溜的东西，同时耳边也传来女子娇滴滴的声音：“相公，你睡着了吗？百年参不好找，市面上的大多都是假货，要是我爹在，他一定能找到。”听到这番话，我顿时心疼地说道：“这些天真是辛苦你了，为了奶奶的事情让你到处跑，你和你爹对李家的恩我永远不会忘记。”欧阳威沉默片刻，才继续说道：“先别急着感谢，我也有个事情需要你帮忙，到时候你可别害怕呀。”我心想，这小姑娘又搁这吓唬人呢。我这人没啥本事，唯独胆子大，就连当初我在阴间应劫都是笑着应的。玩闹了一会，我把之前和史西妹斗法的事说给她听。欧阳威听完后也很高兴：“你说的这个大狐狸观想法很有意思，那个坐着教你手势的人到底是谁？”听到他的问题，我摇了摇头。我也很想知道那个教我手势的男子到底是谁，他和黑象术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关联。这时欧阳威想起我为阴气犯愁，便笑着说道：“我身上有的是阴气，你想要可以随时从我这取啊。”我也想起奶奶曾说过欧阳威身上的阴气比鬼都重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呢？想到这里，我连忙问他应该怎么取。欧阳威坏坏的在我耳边吹了一口气道：“充电器知道吧？要插进去才能有电，并且还不能拔得太早。”听到这话，我脑子就是一热，立马伸出手准备充一波电。见状，欧阳威反而害怕了：“我逗你玩呢，只要我在你身边，阴气就能传给你，真的不用充电。”我见欧阳威吓得直哆嗦。玩闹了一阵后，我们很快就睡着了。醒来时已经是第2天下午了。果然，只要待在欧阳威身边，一晚上的时间，我身上的阴气就满了。经过这段时间的调养，奶奶脸上的气色总算是好了起来，人也精神了不少。马姨给我倒了杯茶后，开口说道：“那天你和史西妹斗法的事，白大姐都告诉我了。以前我还担心斗法是你的弱项，现在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”闻言，我也是随便客套了几句。马姨对我有大恩，我应该好好报答人家，但她毕竟是外人，总不能什么都说给她听。一边喝着茶，马姨一边看向我奶奶问道：“白大姐，你和湘西刘家是怎么结上梁子的？”听到这话，奶奶脸色立马阴森了起来。这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，当时有对小夫妻说他们家小孩丢了，让我帮忙找找，我要来小孩的姓名和八字，就准备让我家老仙捆绑。我家老仙上身后看完小孩的八字，便告诉我这孩子已经被人拐到了湖州。可那小夫妻听完后就哭着跪下求我，请我出马去趟湖州把孩子找回来。我起初是不想答应的，但是看那对夫妻神色凄惨，就动了恻隐之心，答应了下来。这其中的种种凶险和艰辛略过不谈，最后在老仙的指引下，我们一行人追到湖州湘西，终于在永顺附近的大山里找到了孩子。那孩子被一个姓刘的捕蛇家族扣着养蛇。欧阳威听到这里连忙问道：“奶奶，什么是养蛇？”闻言，奶奶重重的叹息一声：“养蛇是一种积损阴德的邪术，原本这捕蛇人抓蛇是天经地义的，但刘家不光抓蛇，他们还会抓小孩。他们把抓来的孩子关进漆黑的地窖里，再往里面投入大量的毒蛇和老鼠之类的玩意，让孩子和蛇鼠作伴。刚开始这些毒蛇有老鼠吃还不会伤着孩子，但老鼠吃完了他们就该咬孩子了。起初投进去的蛇毒性也会比较弱，等孩子适应后再慢慢加大毒性。这个折磨孩子的过程就叫养蛇。刘家试图以类似养蛊的方式，让孩子跟毒蛇在地窖里搏杀，来模仿出蛇的生性。若是这孩子能撑过10年，就有机会练出蛇相。听到这里，在场众人全体沉默，就连老成的马毅此时脸色也是难看至极。沉默片刻之后，他又开口询问道：“白大姐，这蛇相又是个什么玩意？”闻言，奶奶这才叹着气说：“蛇相并不是形容一个人长得像蛇，而是这个人本身就已经不能算是人了。蛇相者的内心宛如厉鬼，也只有练出蛇相的孩子才有资格学习刘家传承下来的最顶尖的邪术。其实湘西的捕蛇人和东北供奉蛇仙的女帝马都擅长控蛇，但两者一邪一正。仙家追求的是行善积德，通过替人看事来获得善果，成就大道，而捕蛇人正好相反，他们一心追求所谓的蛇相。特别是刘家这一窝子，个个都心如蛇蝎，和人贩子勾结起来，简直是人命如草芥。当时我领着小两口一路跋山涉水，找到
到刘家问他们要孩子。一个干瘪老头走出来，笑呵呵地说着：“真对不住啊，你们要找的孩子没扛住修行，被毒蛇活活咬死了。”听到这话的夫妻俩当场就蹲下来嚎啕大哭。马毅听到这里也是气得咬牙切齿，那老头死了吧！闻言，奶奶立马一脸狠厉的模样：“我要能让他活着，我就不姓白了。”当时老仙就放话了：“这个寨子里但凡姓刘的一个不留。”我听的也是心脏狂跳，那肯定是一场阴森的死斗。那一年奶奶还年轻，老仙道行也正值巅峰。至此以后，我们和湘西刘家就结下了不共戴天的梁子。这些年明争暗斗一直没停过，甚至后来我家老仙的陨落也跟刘家有关。我听到这里，总算明白了整件事的前因后果，心中对湘西刘家的恨也达到了顶点。使西梅斗法败给了我，他儿子来寻仇是迟早的事情。这时欧阳威拉着奶奶的手说道：“奶奶你别怕，蛇相要是敢来，我包了他的人皮给您缝剑片袄子穿。”听到这话，马毅眉头紧皱，小姑娘可不敢托大呀，蛇相非同小可，没那么好对付。我最近被几件阴暗缠着属实脱不开身，我派4个弟子来保护你吧。闻言，奶奶却是摆了摆手：“不用了，我有个出生入死的老妹，拜的是烟魂的堂口，她今晚就到，有她在我倒要瞧瞧那蛇相能掀起多大的风浪。”东北5大仙家胡黄白柳灰，这是人们所熟知的5大堂口，但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比较冷僻的堂口，其中拜厉鬼的堂口无疑是最凶的。但厉鬼其实也分2种，男鬼叫清风，女鬼叫烟魂，烟魂又往往要比清风凶上很多。奶奶所说的烟魂地马拜的就是这种女鬼。听奶奶说完，马毅还是不太放心的说道：“多点人也能多个保障，我那4个弟子虽然没什么本事，但也跟了我10几年了，别的没有，唯独胆子大不怕死。”闻言，奶奶眸子上下打量着马毅，突然阴飕飕的来了一句：“马师傅，你平白无故对老李家这么大的恩，这要我怎么报答才好呢？”这话表面上看没啥毛病，但语调的确是带着点威胁和警告的含义。听到这话，马毅干笑着说道：“我欣赏的是李三坡的才华，敬仰的是白大姐的为人，说报答那就见外了。”马毅让奶奶弄得有点下不来台，寒暄了几句就赶紧找了个借口先走了。马毅走后，我将千师眼和大狐狸关想法都告诉了奶奶，她听完后神色阴晴不定。这2个术霸道归霸道，但弊端也很大，长时间被阴气缠身，对于你一个小伙子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。我低着头没有说话，其实我也知道阴气对我气运不利，但眼下这情况我没别的选择，哪怕阴气是砒霜，我也只能仰着脖子往肚里灌。奶奶思索了片刻，也没想出来太好的办法。等晚上你老姨来了，让她给你再好好看看吧。没多久，马毅的4个弟子就已经来了。他们来了之后也不进屋，而是在院子东南西北4个角扎下帐篷，住在了里面。看到这个场景，我立马去小区外的烟酒店买了8条华子，给他们1人发了2条。此时欧阳威下厨做了一桌子饭菜，等到晚上7、8点，那会烟魂堂口的女地马终于来了。老姨是坐着3驴子来的，下来后他就指着司机的鼻子说道：“今晚必须火化，不然要出大事。”闻言，司机吓得脸色煞白。可是我还没死啊！老姨却是头都不回的径直走进别墅。我和欧阳威是小辈，连忙起身招呼他。小时候老姨抱过我，跟我还算比较亲，一进屋就捏着我的脸说：“这小伙这小脸长得越来越俊了。”我怕老姨怕得要命，脸蛋被捏得生疼，我也不敢说啥。捏完我，他又看向一旁的欧阳威：“你这个小烟魂，水嫩水嫩的，居然还是阴阳双生，有点意思啊。”欧阳威也是有点害怕老姨，更是吓得到我身后躲了起来。见状，奶奶有些不喜的说道：“她不是烟魂，你可别吓着孩子了。”老姨这才看向奶奶，咧嘴一笑，接着就递上去一只脏兮兮的何首乌，这个是我在白头山挖来的，年份还不错，姐你拿着补身子吧。奶奶收下礼物后，我们大伙准备坐下来吃饭。吃了几口菜之后，奶奶目光看向了老姨：“翠儿，咱姐妹好久不见，你家那位大鬼仙修到什么层次了？”老姨一边叼着块锅包肉，一边说道：“层次没怎么动，但咱就是兵马多，堂口就是硬气，就是豪横，谁来都不好使。”老姨和奶奶边吃菜边开始聊天，这种层次的对话我也插不上嘴。我起身把提前准备好的饭菜给院子里那4人送去。等我再回来的时候，就看到老姨旁边多了个空座位和一副空碗筷。此刻老姨正不停地往空碟子里面夹着菜，接着就点了一根香插了上去。看到这里，我才明白老姨是在给她的老仙喂饭。饭后，老姨点了根华子，眯着眼睛说道：“三坡呀，你眼睛的事我都知道了，这种事情你也别害怕，总有办法解决的。我认识一个瞎子，30来岁，叫路途，人家养了3、4个碟仙，让碟仙给他指路。他虽然是瞎子，但眼神却比所有人都尖。
听到这话，我和欧阳威都惊得合不拢嘴。紧接着，老姨神色就惊悚了起来。那个叫陆土的瞎子道行真的是深不见底，而且我也能跟他说上话。要是哪天遇上了，我请他来给你看看眼睛。聊完之后，老姨进屋一件件往出拿他的东西，香炉、香案和大大小小的骨灰罐。我在一旁看老姨一件件往出拿，心里很是喜悦。老姨把香堂搬我家来了，这样一来，奶奶的安全就再也不用我担心了。布置好了香堂，老姨又往墙上贴了副黑色对联，上联是不惧人间亿万恶鬼，下联是只怕阴间空无一人，横批在劫难逃。老姨忙活完之后，招呼我进了屋里。孩子，来给老仙上炷香，让老仙好好瞧瞧你。闻言，我立马跪在蒲团上面，对画像恭恭敬敬的上香磕头。等我起来后，老姨笑呵呵的看向我，开口说道：“刚才老仙给我递话了，老仙说你这孩子看着顺眼，让我送你这个。”说着，他就从口袋里摸出个黑色的小玉牌。我连声道谢。这玉牌和麻将牌差不多大小，通体漆黑的，摸着凉丝丝的，上面还散发着女性身上好闻的幽香。见我把玉牌戴到脖子上，老姨点了点头。这是老仙当年在世时贴身戴过的物件，你带着它，下次和人斗法时就不用再担心阴气掉链子了。了解了这块玉牌的功能后，我脸上露出了兴奋，这东西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至宝。见我满脸喜悦，老姨收起笑容道：“三坡呀，你别高兴得太早。你修炼的这个黑橡树是个啥来头？它对你是造化还是劫，现在也还不好说。而且这玩意儿也太依赖阴气了。你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，正是阳气最旺的年纪，身体里突然冲进来这么多阴气是很不好的。”老姨说的已经很含蓄了，我精通风水，自然也知道阴气的弊端。想到这里，我转头看向欧阳威，奶奶说你身上的阴气比鬼都重，你就不怕引来不干净的东西吗？闻言，欧阳威冲我皱着鼻子扮鬼脸，应该是他们怕我才对。见状，我嘴唇立刻哆嗦了2下，心想要不是仗着一手通天的风水造诣，再加上有黑橡树的加持，我还真没胆子将这小姑娘留在身边。这时，欧阳威坐到老姨身边，娇声道：“老姨，你知道怎么去阴间吗？我爹被困在下面了，我想去救我爹。”听到这话，老姨满头雾水，不解地看着我。见状，我把之前在阴间的遭遇，从欧阳杰联合救姥姥恶斗阴女子，到我爷爷偷黑橡树，包括逃命的过程，全说给他听。老姨听完后，把目光落到了欧阳威的身上。难得你有这份孝心，我倒是可以让老仙带你下去，不过一次只能带一个人下去。听到这话，欧阳威身子一颤，刚准备开口，老姨却朝他摆了摆手：“我和老仙心意相通，在下面出了事，老仙会帮我，但老仙不认识你，如果是带你下去，路上出了什么差池，老仙未必会管你。”听到这里，欧阳威终于是低着头不吱声了。我看到他这个样子，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毕竟欧阳杰是为了帮我爷爷才落入了阴女子的手里。思索片刻之后，我就看向老姨说道：“老姨，你能让老仙给打听下欧阳叔现在是什么处境吗？我们心里也好有个数。”我没想到老姨很痛快的就答应了：“你俩先出去，我不吭声，你们千万别进来。”说完之后，他就盘坐在蒲团上，双目紧闭，一动不动。听到这话，我们俩人立马出门，站在外面死死地盯着老姨。几分钟之后，老姨突然猛地睁开眼睛，紧接着嘴里就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黑血。见状，我俩赶忙冲进去，又是倒水又是递毛巾。老姨喝完水擦了擦嘴，才缓缓地说道：“那阴女子是不是住在204房间？”听到这话，我头皮就是一跳。阴女子的房号我可是连奶奶都没有告诉老姨，能说出来就说明她刚才是真下去了。这时老姨才坐下来，沙哑着嗓子看向欧阳威说道：“老仙说了，你爹没事，阴女子没抓到他，让他给跑了。刚才老仙上去敲门找他打听你爹，起初还聊得好好的，可谁知那阴森的东西突然就满腔怨气的对老仙发难。刚才他们俩在下面还恶斗了一场，老仙受了点伤，但那个阴女子也没有落着好。没有亲眼目睹这场斗法，我只能脑补其中的恐怖画面。老姨性子硬，虽然她嘴上不说，但估计她的老仙在阴女子面前也没有占上太多的便宜。这时老姨笑着看向欧阳威说道：“能从阴女子手里逃走，你爹也不是个寻常人，他在下面自有办法存活，你不用担心。”然后老姨就有些不耐烦地朝我们摆了摆手：“你们2个小家伙赶紧哪来的滚回哪去吧，快让老姨清静一会儿。”听到这话，我们恭敬地退了出来。有老姨这样的高人坐镇，我感觉到无比的踏实。来哈市的这段日子，我依旧过着足不出户的半隐居生活。我在平淡的琐事中等待着蛇相的到来，可他却始终躲在暗处，迟迟不肯现身。欧阳威也是承担了一切的家务，既负责买菜做饭，又负责给奶奶买药煎药，每天起早贪黑的，但从来没有任何的抱怨。老姨刚来的时候其实不怎么喜欢他的，但后来也是忍不住的感叹，说我有福找了个好姑娘。这天马一上门，他满是期待的看着我，
三坡呀，现在有个阴案子，我压根就不想接，但这个案子的香客是个戴帽子的，而且他的职位很高，那家伙还指名道姓非要让我处理，我要是拒绝了，以后就没法在东三省混了。我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，所以这才来找你帮忙了。我听完后很平静地对马毅说道：“马叔，我住的房子和花的钱都是你的，而且你还派人来保护我们，你好不容易开口，我必须帮忙，但就怕我没那本事，到时候让你下不了台。”马毅听完脸色顿时一喜，其实我现在也是骑虎难下，能找的人我都找过了，你也别有压力，咱们先过去看看，不行我再想别的办法。闻言我也没有废话，立刻跟着马毅出发。路上马毅开始跟我讲起了这件案子的情况。那香客50来岁，有个80、90岁的老爹，常年坐轮椅，前不久那老头死在了家里，那香客就喊来人准备把人送去殡仪馆，可去了4个彪形大汉，怎么抬都抬不动，而且那老头顶多90斤到头了。后来香客一寻思，尸体老放在屋里也不是办法，就想着干脆连床一起抬走得了。可谁知那床腿刚离地，那老头就自己跳下了床，紧接着就扑通跪倒在地上，朝着香客磕起头来。听到这里，我瞬间倒吸一口凉气，差点以为是自己听错了，一具尸体竟然对着活人磕头。这时马毅继续说着，其实这还不算啥，最诡异的是那老头磕头时还咧着嘴在笑，这场景直接给那香客吓得当场就晕了过去。马毅越说脸色越难看，很快眉头就皱成了一团，车里也是一片死寂，只剩下发动机沉闷的声音。2个多小时后，车开进了小区，我们刚进屋就看到阳台边上站着个人，正在打着电话。姓孙的，我不管你那么多，那个闽南来的师傅你必须给我安排上，现在就让他过来，花多少钱我都不在乎。这人长得一脸威严，从面相来看应该是个既聪明精干又雷厉风行的人。看到马毅来了，王老板紧绷的脸略微舒展，大步上前紧紧握住马毅的手：“马师傅，你可算来了，我现在是火烧眉毛，等着你来救火呀。”闻言，马毅咳嗽着干笑了一声：“你家这案子确实很难办，我有这心，怕是也没这里。不过今天我带来个很厉害的高人。”王老板上下打量着我，好像有点不高兴：“你带来的人这么年轻，到底行不行啊？”见状，马毅立马就拍着胸口保证道：“你可别看人家李师傅年轻，他可是出生玄学世家，手段鬼神莫测，很是厉害。可惜李师傅为了救人间苦难，所以泄露了太多天机，如今已是盲人了。”王老板听完直愣愣地看向了我：“他是盲人，我可是不太相信。”说着他就一把摘掉我的墨镜。我墨镜被摘掉后，一个老人突然开口叫了我一声，听到叫声我立刻将耳朵对向老人。老人这才指着我，非常笃定地说道：“这小伙子是货真价实的盲人。正常如果有人喊你，普通人的反应都是先用眼睛去瞟对方，盲人则是先将耳朵侧过来对着声源去听。”王老板听完后总算是相信了，对我的态度也是立马好了很多。原来李师傅真是盲人啊，刚才失敬了，勿怪勿怪。简单客套几句之后，王老板才带着我们来到里面的卧室。我带回墨镜，跟着进去一瞧，只见房间里面拉着窗帘，黑漆漆的一片，而且房间里面的温度明显比客厅要冷很多。床上躺着个老头，脸上盖着一块白布。我站在床边仔细打量着那老头，问道：“老爷子死前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举动？”闻言，王老板抹了抹脸，才开口说道：“我父亲最近1年都处于深度昏迷状态，前几天他好像是回光返照了一下就醒了过来。父亲醒来后整个人很惊恐，嘴里一个劲喊着我不想去，我不想死。”一直到走的那天早上，老头突然指着床对面的墙角撕心裂肺的大喊：“你们看那站着个人，他穿着黑衣服白裤子，舌头吐得老长，而且还在冲我笑。”就这样一直折腾到上午，老爷子终于在巨大的惶恐和精神折磨中去世了。我听完王老板的讲述后，表面上虽不动声色，但其实心里面已经开始犯怵了。这时王老板又小声地对我说道：“还有件事我得告诉你，那天我晕完醒过来后，自己陪着老爷子说话，正说着话呢，原本躺在床上的老爷子突然就做起了一系列诡异的动作，那动作我也不好描述，有点类似广播体操的样子。这画面我光想想心里都毛烘烘的。我假意起身在屋里踱步，还装出一副眉头紧锁思考的样子。马毅刚想说什么，可就在这时，床上的老头突然动了。老头闭着眼面朝着我们开始蹬腿，双臂也跟着摆动，关节还时不时发出一连串生锈的骨裂声。我死死地盯着那老头，越看越觉得不对劲，看他那样子好像是在跑步。我感觉那些迷失在地狱道的死者都没他这么吓人。马毅看的也是直摇头，不管怎么样，先送殡仪馆再说吧，再这样拖下去恐怕真要出事。王老板犹豫片刻之后，终于咬着牙点了点头。见状，马毅二话不说，立刻给背师公打电话。可谁知对面听完地址后，直接就把电话给挂了。马毅脸泛难色，不停划拉着通讯录：“你家这事闹得确实影响很不好，现在我估计全哈市的殡仪馆都知道你家这件案子了。”听到这话，王老板也是急得团团转：“你们2个到底行不行啊？快给我想办法！”此刻的马毅脸色也是非常的尴尬，对方身份特殊，他得罪不起，所以只能求助的看向我。
见状，我立刻掏出手机给老姨打了个电话。听我简单说明完情况后，老姨嘿嘿笑着：“这都是小事儿，老姨给你喊个人来，分分钟就能解决。”挂了电话，半个多小时，老姨喊的人就来了。是个30来岁、剃着光头的中年人。王老板还想再复述一遍事情的经过，可人家根本不听。进屋后，先是看了一眼尸体，接着就二话不说，一把将老头扛在了肩上，那状态好像是跟扛一个枕头一样轻松。看到这一幕，众人都是惊讶地看着他。之前王家前后不知请了多少的背尸工，都被这老头的反复拉扯给吓走了。想不到这么难背的尸体，老姨随便叫来个人就轻描淡写的搞定了。此刻那光头正扛着老头径直的走向电梯，电梯开门后，他才转过身来，用很生硬的语气说道：“2人1尸方可乘坐电梯，这是我的规矩，多1人少1人都不行。”接着他的目光就落到了我的身上：“你阴气最重，就你陪我一起下去吧。这么多人看着我也不好推脱，而且这人也算是我喊来的，所以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进了电梯。可没想到电梯刚过4楼，突然就咔嚓一声停在了半空。紧接着电梯的灯也直接灭了。看到这一幕，光头男的脸色立马大变，不好，要出事！他不敢拿我怎么样，你快往后退！我心想，电梯里就这么点地方，我还能往哪退？此刻我不停地按着电梯的开门键，无奈地说道：“大哥，2人1室坐电梯不出事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还专门选了个阴气最重的我来陪你。”这时那光头也是脸色煞白，一脸的冷汗。2人1室是当年我师父定下的规矩，我15岁开始背尸，这些年都是这么过来的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啊！就眼前这种情况，我起初是很害怕的，腿在打摆子的同时，尿都差点挤出来几滴。但很快我就想明白了，这是命，我得认。想到这里，我突然发现电梯里一片死寂，那光头好像不在了，就连那个老头的尸体都消失不见了。漆黑的电梯里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。下一秒，耳边就听见轰的一声巨响，紧接着电梯开始下坠，显示屏上的数字也在快速下降：-1、-2、-3、-4。这小区连地下室都没有，哪里来的这么多副层？此刻我背靠电梯，脑海里想着应该如何应对。电梯一直下坠到-18层才猛地停下，伴随着一阵难听的金属摩擦声，电梯门才缓缓地打开。我赶紧按了几下电梯按钮，却没有任何反应。我颤抖着手从口袋摸出了朱天师的画，背靠着电梯，惊恐地注视着前方的黑暗。也不知道等了多久，黑暗中突然传来一阵叹息：“三坡呀！”我听到这声音，立马惊得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。这正是我爷爷李世龙的声音。我死死地盯着前方，喊了一声：“爷爷，你在哪里？”然而下一秒，就有一只手从无尽的黑暗中伸了出来：“三坡呀，你不该来这里的，快过来，让爷爷带你离开这里。”我说：“爷爷，你离得太远了，你再过来点，我够不着你。”爷爷的手又伸过来了些，我瞅准位置，画笔狠狠扎在了他手上。“你根本不是我爷爷，我爷爷早死了。”我收回画笔，冷笑：“哪来的孤魂野鬼，也敢跑来勾我的魂？”那只手被画笔扎了通透，化作一团黑雾，消失在了风中。接下来我就失去了意识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等再次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正躺在电梯里，周围亮堂堂的围满了人，背尸工和老头也躺在我身边，一动不动。“李师傅，李师傅！”王老板用力摇晃着我，“快叫医生！”“不用。”我慢慢爬起来，擦着脸上的冷汗。马毅搭了搭我的脉搏，确认没事后，又去掐那背尸工的人中。掐了好半天，背尸工可算醒来了。他迷茫地看向四周，似乎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。众人把我俩扶进屋，休息了会，又喝了些水，总算缓过来了。我问那背尸工：“刚才好端端的，你咋突然消失了？”他想了想，对我道：“当时电梯里黑漆漆的，我正和你说着话，扛着的那具尸体突然用手捂住了我的嘴，然后我就啥都不知道了。再醒来时，我俩都躺在了电梯里。”我眉头紧锁，沉默不语。王老板让背尸工把他父亲扛回屋，然后又对我们道：“刚才你们进电梯后没一会，电梯就卡在4楼不动了，我们还纳闷呢，马毅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。等了大约5分多钟，电梯又回到6楼了，一开门就看你俩晕倒在地上了。”马毅环顾四周，把我跟王老板叫到一旁：“不行，老爷子的怨念太重了，冲到连楼都下不去，咱们得想别的法子。”怨念是一个模糊的统称，它可以是死者对人间的不舍、憎恨、懊悔，或者单纯只是弥留之际对死亡产生的巨大恐惧。怨念可以是恨，也可以是爱。这玩意如果足够强烈，是可以杀人的。马毅分析，刚才我俩在电梯里所遭遇的幻境，就是这老头的怨念太过浓烈，在狭小封闭的空间内侵蚀了我们的意识所造成的。
我在地下18层所看到的黑暗空间，也是老头怨念弄出来的，就连黑暗中的那只手，也是老头怨念画出来的。鬼知道他要带我去哪儿，我多亏没跟着他走，否则就算我身上有我家老仙的阴魂护体，怕是也回不来了。王老板听完，低着头直叹气。我父亲有怨念，他不肯下楼，怎么办？我想了想，说：“你先清场，立刻让不相关的人离开。”王老板大声招呼众人：“这没你们事了，都回去吧，快走快走！”那背师公走过来，伸手管王老板要钱，说好的500，你还没给我呢。王老板是气不打一处来：“你特么还有脸要钱？你背下去了吗你？”背师公急得两眼通红，偏偏嘴又笨，半天想不出个词，坑坑巴巴地争辩着：“那怎么行？”我连忙将背师公拽到一旁，偷偷往他手里塞了3000。他是老姨喊来的人，我哪能让人家空着手回去？其实我这么做，并不是在打肿脸装大款，我也穷碎了的人，但这3000我必须得花。这个人可以当朋友，我有心结识他。背师公诧异地看了我很久，眼眶突然红了。这人是个直性子，也不跟我墨迹。拿了钱，感激地对我道：“我叫杨业，你以后有事随时叫我。”包括背师公杨业在内，顷刻间客厅里众人哗啦啦全走了，只剩下我、马毅和王老板3人。2位师傅，王老板给我们倒茶递烟，神色很是阴霾。我相信2位都是哈市最顶级的驱魔先生。我听得直皱眉，我一看风水的，被你这么叫，你干脆叫我驻马店驱魔师呗。马毅也没吭声。王老板继续道：“我也不废话了，我表个态吧，50万，我愿意出这个价钱，买我父亲入土为安。”我刚想说话，王老板冲我嘘了下：“你先别急，我丑话说在前面，我这个人这辈子最恨被人拒绝。今天这个事，我就全权交给2位师傅了，办好了，我当场给钱；办不好，你俩就去坐牢吧。”是的，人家就是这么豪横，而且这还不是危言耸听，他还真就能让我们坐牢。我摘掉墨镜，不停揉着眼睛。接下来马毅说了一番话，直接惊碎了我的下巴。50不够，我要100万。我和王老板都没想到马毅会突然狮子大开口。王老板一怔，指着马毅破口大骂：“你特么趁火打劫是吧？去你妈的！这点破事用得这100万？姓王的，醒醒吧！”马毅怒目圆睁，口吐雷音：“你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吗？这位李师傅，还有刚才那个背师公，他俩都是有道行的高人，要是换成别的来，刚才已经死在电梯里了。真要闹死人了，第一个坐牢的就是你。”马毅这番话中气十足，震得头顶吊灯都在摆动。王老板面如死灰，他一声不发地背身思考起来。马毅声音略微和缓：“为了救你爹，我们可是赌上了性命的，我们的命难道还不值100万吗？”王老板一声不吭，权衡一番利弊后，终于还是点了头。马毅把我叫到里屋，小声问：“三坡，你有招吗？”我有些哭笑不得。马叔，你胆子也真够大的，你都不知道我有招没招，就敢先要人家100万。那我这要是没招呢？马毅笑着悄声对我道：“这笔钱就该着咱狠狠地赚。来之前我就算过，你肯定有招的。”我看了他一眼，走进屋。我死死盯着床上老头，眼下第一步是要搞清楚这尸体为什么自个会动。我一咬牙，对着床上老头比划出手势，用上了大狐狸观想法。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招，这个要是再不好使，那就真没办法了。眨眼间，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那个阴暗的小树林，只是这一次，那个坐在蒲团上的男子并没有出现在画面里，他的位置被一个干瘪的小老头所取代。这老头正是王老板他爹。画面里的老头正在树林子里奔跑着，边跑边不时回头，惊恐地往身后看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追他似的。老头脚下延伸出一道漆黑的人影，影子和老头本体也做出同样的奔跑动作。这似乎是句废话，但我却立刻看出了其中的玄机。收回术，我立刻对王老板道：“这具尸体是你父亲在阴间的投影。”王老板不解地看着我：“投影？什么投影？”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概念，叫高维投影。黑象术中有描述，说人死后去了阴间，
在某些极特殊的情况下，他在阴间做出的动作会和人间的尸体产生联动，这是高维投影的一种表现形式。关于高维投影，还有更阴森的，后面再讲。我很精简地解释给王老板听：你父亲死后，魂魄去了阴间，他在下面奔跑，同时他留在人间的尸身也……王老板马上听懂了，也在奔跑。我点着头，对，尸体和魂魄，一个在阳间，一个在阴间，动作是同步的。这也就解释了老头死后尸体无缘无故间歇性做出奔跑动作的原因。马毅听完不动声色，偷偷冲我竖了个大拇指。可是王老板死死盯着床上的父亲，那天他突然下跪冲我磕头，这又该怎么解释呢？你可别告诉我当时我父亲正好也在下面冲人磕头吧？我不置可否，这个不好说。我其实也挺纳闷的，正常的尸体哪怕再大的怨念也绝不会有类似这样的反应。你父亲的情况很特殊。我犹豫片刻，斩钉截铁地对他道，眼下最好派个人下去看看，找到你父亲问问，自然就知道了。王老板额头青筋乱跳，那派谁去呢？我直接看向马毅，这位国字脸的风水大师可是下阴间的老手了，我不知道阴间有没有开出租的，如果有，那出租司机怕是都没马毅能认路。见我们都盯着他，马毅吓得急忙摆手，不行不行，三波你还记得吗？我早就说过，阴间根本就不存在，我是坚定的无神主义者。再说了，你看我这老胳膊老腿的，你就放过我吧。我大有深意的冲马毅笑了笑，没有点破他，这会没工夫扯别的，先把老头的事解决再说。我独自来到楼道，给老姨打电话。听我汇报完情况，老姨嘴里吸溜着烟，就这点破事，用得着我来吗？我还要看着我姐呢。孩子你别怕，你现在就下去，找到那老头就完事了。我说老姨，你就别枉我了，你那天还说阴间太凶险，不是我们这些小孩能去的地方，我一个人孤立无援，下去万一碰上脏东西了，我可就回不来了。傻孩子，老姨嘿嘿笑着，老姨给你的那块黑玉你还带着吧？我带着呢呀，咋了？老姨，那是老仙当年在世时贴身带过的玉，我一会跟老仙打声招呼，你这边一下去，老仙立刻就能循着玉找到你。你在下面有老仙带路，你只负责跟着他走，路上遇到啥东西了，你一叫唤，老仙就把他们赶走了。有老姨给的定心丸，我心里总算踏实了。老姨跟我说着走阴的法门，我教你怎么下去啊。你先找一段绳子，红色的。我凝神听着，全部记下。咳嗽了声，老姨语气严厉起来，有件事你要知道，下去以后甭管路上遇到谁你都别怕，唯独有一种骑高头大马的人，这种你一旦碰上了，立刻远远躲开，千万别让他看到你。我好奇地问老姨，这个骑马的人是谁啊？老姨沙哑着嗓子，你别管，总之遇到了就赶紧回避，那东西阴邪到没边了，别说你了，连老仙看了都要跑。我知道了，老姨。我答应着，挂了电话，回到里屋。你给我找段红色的绳子，不用太长，10米就行，但必须够结实。我对王老板吩咐道，再找个火盆子，一沓黄标纸，另外我还要你父亲的姓名、八字和遗像。王老板二话不说，立刻安排人去准备。马毅有些替我担心，三坡，要实在没把握的话，你就别硬接了，咱不行再想别的法子。我冲马毅点头，放心，我有十足的把握。我缺钱，缺得要命。之前马毅给的30万，欧阳威拿去给奶奶买老餐，再加上我们一家子日常开销，花了至少有一半了。现在又多了个老姨，老姨喜好抽烟喝酒，而且只抽好烟，喝好酒。这尊菩萨属实不好伺候，偏偏这尊菩萨我还必须要供着。湘西的蛇像对我是个大隐患，我都巴不得再来他10个老姨呢。外加马毅那4个弟子的开销也算到我头上了。总之这钱每天流水的花，没有进账哪能行？再说我欠了马毅太多，做这件案子不光是钱，也是为了还他人情。见我胸有成竹，马毅也就没再说什么。等到下午那会，王老板的下属总算把我要的所有东西全部备齐了。黑狗血可能不太好找，所以才耽误了这么久。等下属走后，我关上卧室门，
把浸过狗血的红绳子系在腰间，盘腿坐在地上，对马毅跟王老板道：“我下去以后，你们不要放任何人进屋。”他俩都点头答应。我又指着腰间的红绳子：“记住啊，无论如何，这根绳子一定不能断，断了我就回不来了。”马毅瞧向绳子，脸色一狠：“放心，有我在，谁也别想碰它。”等一下，王老板坐在不远处的沙发上，皱着眉抽烟，突然问我：“这世上真的有阴间吗？”我和马师傅一样，都是无神论者。我以为人死了就跟永远睡着了似的，什么都不存在了。阴曹地府也好，天堂地狱也罢，这些都是宗教迷信吧。我指着床上的尸体：“现在你总该信了吧？”王老板愣了愣，整个人萎靡了下来。那如果一个人坏事做多了，死后也会遭报应吗？我冲王老板阴阴的笑着，这回才害怕，早干嘛去了？没再搭理姓王的，我冲马一点了点头，用力咬破指尖，挤出3滴血，滴在黑色玉牌上。然后我将老头的姓名8字都写在黄标纸上，连一香一块都丢进火盆子里，一把火点燃，口中默念老姨传授的口诀。我右手抬起，比划出一个指诀，再眉心一点，紧紧握住玉牌。我闭上双眼，我不知怎么形容当时的感觉。做过手术的人知道，前一秒你还跟麻醉师有说有笑的聊着天，下一秒你整个人就直接断片，啥都不知道了。有人说，人死后的感觉其实就被手术台上被麻醉的感觉一样，什么都不剩下了，只有永恒的虚无。这和我当时的感觉类似。在无尽的幽冥中，我不知沉睡了多久，睁开眼时，我发现自己正走在一条宽敞的马路上。起初头很疼，我感觉一阵天旋地转，直接栽倒在地，趴在那大口干呕着，呕出来的很多类似骨灰的东西。头疼渐渐消失，我擦着嘴，惊恐无边地扫视四周。路上没有车，没有行人，甚至连一片树叶子都没有。我又一次来到了阴间，不同的是，上次我只是在做梦时意识进入了阴间，而且有欧阳杰全程保护。我当时的经历就等于是在玩游戏，重新体验了一次爷爷走过的路。剧本也都是提前写好的，看似凶险，实际上不过是风平浪静的阴间1日游。这次不一样，这次我是在清醒状态下，通过走阴的方式让魂魄离体，成为阴身后，这才到了阴间。我的阴身要是死在这里，那我在人间的存在也就彻底被抹杀了。我死死扫视着四周，手心满是冷汗。真实的阴间和我梦见的有很大出入。首先是雾更浓了，四周到处都是灰白色的雾，细碎的纸灰犹如瓢泼大雪般从天空倾泻而下。阴风吹散了浓雾，我抬头瞧去，天空中黄暴的尸雨依旧在继续着。这些来自各个时间线的尸体，其密集程度丝毫不弱于纸灰雪。它们在夜空中闪烁着阴光，快速下坠着，仿佛坍塌了的银河坠入了凡间。每天人间都要死这么多人吗？我收回目光，沿着马路前行。这地方真的冷极了。我右手死死握住画笔，左手藏在口袋里，攥着一大把黄豆。这2件家伙时是我在阴间行走的保证。来到路边的一处建筑前，我透过窗户往里瞅，和梦里的一样，一间屋，一座坟，每个建筑，每个房间里都伫立着一座阴坟。这些坟一定代表着某种特殊的含义，其中可能隐藏着生与死之间大秘密。我没时间细看，退回到马路上，我心处的不停扫视四周，耳边总传来女人和孩子的哭声。可这方世界早已经死透了，哭声是从哪来的？雾太浓了，我总害怕雾里突然伸出一只手，一把将我拽走。由于不认识路，再加上雾太大，我没敢到处乱跑，而是蹲在原地，边戒备着四周，边等着老仙来接我。等了没一会，后方传来沙沙的脚步声。我回头瞧去，一个黑袍女子悄无声息地破开浓雾，宛如一幅水墨画般，轻飘飘朝我走来。老仙来了！老姨曾警告过我，一旦跟老仙对上眼，我就会没命。我心猛地一跳，赶紧低下头去，不再看她。女子从我身边擦肩而过，漫山遍野的青丝划着我的脸，一股黯然的幽香。我始终低着头，不敢有丝毫不敬。这女子是老姨供奉的大烟魂，比寻常厉鬼凶得多，
他也是我在阴间的最大保障。我寻思着，好歹跟人家打声招呼，叫老仙吧，又显得不够亲切。姐姐好，这3个字说出来，我脸都臊得慌。女子没理我，她轻飘飘来到前面，弯腰捡起地上的红绳子，拉着我缓缓前行。我不具备爷爷和欧阳杰的道行，不能像他俩那样在阴间肆意横行。这根绳子就成了我在浓雾中穿行的唯一保障。绳子的一端在老仙手里捏着，路上的阴兵鬼物看到了它，就不敢来难为我。绳子本身又让黑狗血禁过、辟邪，这些阴森玩意想打绳子的主意，也得先掂量掂量狗血的反噬。双重保障，只要人间的红绳子不断，我这就不可能出事。我要找到那老头，全名叫王宝玉。下来前，我在火盆里烧了他的遗像，姓名和8字，老仙这边已经收到了。我不用问，全程由老仙带路，哪怕王宝玉躲到阴间最深处，都能给他挖出来。我跟在老仙身后不停走着，太冷了，我冻得直打喷嚏，一张嘴，纸灰就往嘴里钻。这是一座空无一人的城市，到处都是崭新的，却又死气沉沉，透着说不出的阴森和诡谲。天地间宛如被核爆后的末世，甚至有种阴沉的克苏鲁感。再正常、再阳光的人来到这，内心也会被无尽的绝望所取代，让沉重的宿命感击溃。路两旁所有建筑都亮着灯，似乎在刻意向我展示着内部的阴粉。和上次我看到的一样，每个房间内既没有家具，也没有装修摆设，除了坟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在一条条街道上穿行，突然更浓了，前方灰蒙蒙的，雾浓得像丝绸，竟好似有了实质。我像行走在幽冥海底，前方竟然连老仙的背影都看不到了，只剩下一根红绳子飘荡在浓雾中，轻轻拉扯着我。此情此景，我忍不住开始审视内心。将来等我老了，我死后，魂魄会不会也降生到这里了？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这一生做过的恶，是否远远超越了善？一想到这，我心里就涌现出深深的悲哀。你说，人这一辈子有啥意思呢？我明明就不想来，你们不经过我同意，非把我生下来。生下来，你们又不养我，把我独自一人丢弃在坟圈子里。将来我老的那天，我不想走，可命运又不经过我同意，非要带我走。这样一想，我就理解王宝玉死前的心态了。我又寻思着，我们活在这社会，想心善，当老实人，那是完全不可能的。我真要那样了，我势必会被所有人按在泥巴汤里死命的踩，一踩就是一辈子。连路过的乞丐怕是都要往我脸上吐口痰。之前高富贵、王秃子和孟诗诗联合起来欺负我，不就是这么个理吗？我跟他们没什么过节，他们跑来踩我，不就是因为瞎子比老实人还好欺负吗？可我不想被人欺负，那我就不能老实，我要坏，坏到让所有人都怕我。可是死后，我又不得不来阴间受苦。我只感叹人的命运在六道面前，渺小的还不如一颗尘埃。正胡思乱想呢，前方的浓雾深处突然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女子惨叫：“姐姐！”我担心老仙的安危，连忙摸着绳子往前靠。穿过一片雾，我看到了一个极度恐怖的画面，5个类似侏儒的阴森玩意正将老仙团团包围，疯狂攻击着他。这些侏儒还没半人高，脸上的皱纹却跟树皮似的连绵起伏，眉眼间满是怨毒的喜悦。他们身上的衣服剪裁的极不合体，显得臃肿又丑陋，像是旧社会地主穿的。每个侏儒脸上身上都脏兮兮的满是坟土和血污。再看侏儒们手里都捏着阴森的兵器，有人腿骨，有湿漉漉的内脏，甚至有个侏儒手里居然挥舞着一整张人皮。嘻嘻嘻，哈哈，娶媳妇天阴寿，媳妇死了烧棺入。拿人皮的侏儒疯笑着朝老仙扑去，被老仙一把抓住，轻轻提前，仰头一口吞下去。那侏儒当场毙命，大半个身子都被老仙吞没了。侏儒残骸中喷溅出的红雾，仿佛淋浴花洒似的，喷得老仙满头满脸都是。这画面太过凄杀，剩下的侏儒当场全部吓傻，也终于意识到面前这位清瘦的黑袍女子并不是他们能招惹的。侏儒们哭喊着四散而逃，边继续唱着阴森的童谣：烧棺入，庆小祝，来年再娶写媳妇。老仙依次追上去，抓着脚脖子提起来，
塞进嘴里就吞。我无法详细描述那画面，就真的太惨了。我耳边都是侏儒们的惨叫声，就跟进了生猪屠宰场似的。一会功夫不到，所有侏儒全部命丧当场，阴森兵器丢得满地都是。我强忍着干呕，观看完腿就开始打摆子了。鬼物之间互相厮杀，伤害的场面给我留下了很严重的心理阴影。从这一刻起，我心里就有了个很明确的念想：将来我死了，我是真的不想来阴间，一点都不想。等我回去了，一定要找一个让魂魄绕过阴间的法门。老仙用长长的袖子擦着嘴，头都不回，拉着我继续前行。我跟在他后面，小心避开地上的污秽残骸。路边居然还真的停着个纸轿子，原来这些侏儒真是来娶媳妇的。我无法想象，寻常女子降生阴间后，被他们抢走当新娘子，会是怎样的下场。当然，男的被抓当新娘也是很有可能的。我们继续前行，我总担心着老姨说的高头大马，一直在仔细听，万幸这一路上并没有听见任何马蹄声。老仙似乎嗅到了什么，脚步突然加快，我跟在后边大步追赶，勉强能跟上他的速度。周围隐隐绰绰地都是雾，我们似乎冲进了一个看不见的人潮里。我耳边全是人们的哭喊声、说话声、小孩子的吵闹声，跟进了火车站或者医院大厅似的。可我却一个人影子都瞧不见，在虚无的人潮中穿行着。老仙突然手一伸，从浓雾中拽过来一个老头。这老头正是我要找的王宝玉。阴间的王宝玉早就没了人间作妖时的豪横，此时的他回归到了本来的样子，一个被恐惧折磨的迟暮老人。王宝玉，我指着他大声道：你儿子出了大价钱，让我来寻你。那老头被老仙一把丢在地上，好不容易才爬起来，抬头看了看老仙，又惊惧地注视着我回不去了。王宝玉眼泪刷刷地流着。你已经死了，还怎么回去？我上前厉声质问他。你儿子让我来问问你，你到底想干啥？送你去殡仪馆，你为何不去？你已经是一具尸体了，还赖在家里不走，你还要害死多少人才肯甘休？我心里多少带着气，前后后我们被这老头折腾惨了。之前在电梯里，我还差点死在了他的怨念中。老仙背对着我俩，站在那一动不动。我怕呀，我怕被火葬。王宝玉失声大哭，我听得一脸懵逼。不是，你死都死了，如今魂儿都来阴间了，你再也回不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火葬土葬的，还跟你还有关系吗？王宝玉哭得凄惨至极。有关系。我下来后听很多人说，火葬的时候死者是能感觉到疼痛的。我直接倒吸了口寒气。王宝玉不停哭诉着，他说人死了，被推进焚尸炉后，焚烧过程中尸体所承受的一切疼痛会传递到死者的魂魄上，所以尽管死者魂魄降生阴间，却依旧能清晰感受到这种疼痛，那简直是惨绝人寰，痛不欲生。直到骨头都烧透了，砸成灰，疼痛都还没完，要持续好几天才会慢慢消失。王宝玉在阴间见过太多被火化时疼得撕心裂肺的死者，那画面太凄惨了，宛如地狱。说那些人躺在地上，不停地做出仰卧起坐的动作，哭喊声、惨叫声撕心裂肺。我一下想起以前跟一个火葬场的老师傅聊过这个话题。首先，焚尸炉是有观察口的，方便师傅随时观察焚烧的情况。那师傅告诉我，几乎所有的尸体在这个过程中都会不停做出类似仰卧起坐的动作，直到骨头都烧酥了，动作才会停止。尸体在焚烧时为什么会动？这方面的解释很多，生理学、空气学等等，大多都解释得很牵强。直到今天，我才从王宝玉口中得知了关于火化的阴森的真相。听王宝玉说完，我整个人一下就不好了。这也太他妈恐怖了吧！人这一辈子受了这么多苦，死后还要在焚尸炉里再遭一次罪，那土葬就不疼了？我急忙问老头，土葬也疼？王宝玉擦着眼泪，刚开始不疼，等后面尸体被虫子咬了或者开始腐烂了，那疼得比火葬还厉害。想不疼，尸体必须要放置7天后方可下葬，到那时三魂六魄都彻底离体了，火葬也好，土葬也好，死者就再也感觉不到疼了。要实在着急，等不了7天的话，
就必须请人做法事，将魂魄请出尸身，这样的也不疼。王宝玉活着的时候是不知道这些东西的，这都是他死后阴间的其他死者告诉他的。我恍然大悟，王宝玉说他在人间的怨念没别的，就是害怕他儿子不把尸身放够7天，就匆匆拉去火化了。老头怕疼，他的怨念太重了，重到尸身被影响都不肯下楼了。至于尸体做出的跑步动作，这其实也是怨念造成的。来阴间后，王宝玉一刻不停，始终跟着人潮在奔跑。人死后来了阴间，喜欢抱团行动，最后形成一个个人潮。这些人潮我是看不到的，刚才人潮迎面而来时，我只能听到死者们的说话声。阴间不太平，路上的王宝玉又受到了很大的惊吓，恐惧和怨念2种能量都达到了极致，最终投影到了他在人间的尸体上。我明白了整件事的前因后果，就劝王宝玉道：火化的事你就再不用担心了，你尸体在家放了都快7天了，我回去跟你儿子说，等他送你去殡仪馆后再多放2天。王宝玉可算是松了口气，好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原本事情进行到这，我也就该回去了。王宝玉却死死拉着我胳膊，不肯放我走。小伙子，我求求你，你帮到底，带我去个地方，好不好？你要去哪？我随口问道。王宝玉提心吊胆地看着四周，我欠了别人的阴债，我得去还。阴债？我没听明白，问他什么是阴债。王宝玉哆哆嗦嗦的，神志有些不清，半天解释不出来，只一个劲地说他要去还阴债，而且也只有还完了阴债，他在人间的怨念才能彻底消失。我问老头，你认识路吧？认识。王宝玉跑到前面带路。我从小就对6道之类的东西很好奇，在我的询问下，老头把他在阴间的遭遇说给我听。王宝玉说，这人死了，来阴间的第一步就是去还阴债。阴兵遇到了还阴债的人，并不会上前阻拦，但这并不代表路上就是安全的。死后的世界潜藏着很多说不出的大恐怖，各种各样不人不鬼的阴森玩意会在半道上捕杀这些心死的阴身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像王宝玉这样的新鲜阴身绝对是无上的美味，吃了不但对阴寿是大补，还能提升他们的道行。比如刚才我们遇见的那5个侏儒，就是阴森玩意的形态之一。王宝玉下来后不敢单独行动，所以加入了一支很庞大的人潮。人潮里这些死者也都是刚来阴间不久，准备去还阴债的。大伙的目的相同，于是就抱团取暖，路上互相照应着，最后形成了庞大的人潮。我边听王宝玉叙述，边脑补着画面，这有点像小时候看的动物世界，一只庞大的角马群正在迁徙，零星的狮子和猎狗则在一旁不怀好意地跟随着。王宝玉说，这一路上前来捕杀他们的死物，一波接着一波就没断过，有人惨叫着被从队伍里拖走，有人当场被啃得粉身碎骨。正所谓黄泉白骨，尸横遍野。王宝玉运气还不错，活到了现在。他们这样的阴身，若是被死物吞噬，那就真是死的不能再死了，也就别谈什么轮回转世了。我听得头皮阵阵狂跳。说到这，王宝玉突然问我，你在路上有没有遇到骑高头大马的人？我心里一惊，下来前老姨专门提醒过我，遇到骑高头大马的人必须立刻回避，否则一旦被发现，连老仙都救不了我。我问王宝玉道，那骑马的又是个什么玩意？王宝玉脸色煞白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统统都比不过骑马的。我在路上听人说，在黄泉边上有一支队伍就遇到了骑马的，当时所有人全不要命似的往黄泉里跳，哪怕毁掉转世投胎的机会，他们也不愿落入骑马的手里。太吓人了，我不想再往下听了。在阴间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精神层面的顶级折磨。我咳嗽着吐掉嘴里的纸灰，问王宝玉，所以等你还了阴债就能去投胎了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王宝玉神色凄惨，边走边擦着眼泪。这个阴间啊，咋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呢？阎王爷呢？黑白无常呢？风都鬼城呢？这些统统都不存在，你说奇不奇怪？这个其实不难解释，以前阎王爷那套不过是照抄封建王朝官场制度来的，时过境迁，早就是腐朽的糟粕了。我国几千年古代王朝其实只做了2件事，一是造反当皇上，二是如何保皇位。
当了皇帝后，也只做2件事：一是向百姓收钱，二是防止百姓造反。古代的百姓几千年来其实也只做2件事：一是琢磨如何不被饿死，二是当饿死不可避免时跳起来造反。老姨曾说过，阴间和人间互为投影，两者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。人间在变，阴间自然也要跟着变。几千年前，儒家阴森恶毒的那套东西，把人当奴隶、当畜生圈养的时代，也早该过去了。王宝玉这个年代的老人还是相信阴间的，到了他儿子王老板这一代，反而就不信了。现在的00后就更不可能信这些了。我们边走边说着话，王宝玉对他在人间诈尸的事一概不知。听说他的尸体下不去楼，这回还躺在家里诈尸，王宝玉一脸愧疚。我寻思着，王宝玉的情况应该算很特殊的，他诈尸的原因是来自对火化的恐惧，这种恐惧形成了浓烈的怨念，等于是让他的魂魄和尸身之间有了关联。那么老头对着他儿子下跪磕头，又是怎么回事呢？难道他想管他儿子借阳寿？我问老头，老头立刻摇头，说他不记得有这事。东北这边有很多关于借寿的传闻，黄皮子讨风是借寿，死去的老头老太太突然诈尸，跪在地上冲家人磕头，这也是在借寿。说白了就是不想死，幻想着从活人那借来点阳寿，他就能复活了。这其实是尸体产生的自然反应，是灵魂对死亡的本能抗拒。其实人死了就是死了，又怎能复活呢？路上我们遭遇了几波阴兵，这些由石一拼凑出的虚无死物，大老远瞧见老仙都很识趣的避开了。好在剩下的路程中，我们并没有遇到骑高头大马的人。终于淡了。经过数个小时的艰难跋涉，我们顶着猛烈的阴风，最终来到一座高大的建筑物前。我抬头一瞧，头顶像被泼了一盆子血，整个人僵在了原地。这栋楼化成灰我都认识，它就是舅姥姥跟英女子的家。当初我和欧阳杰来这里抢夺黑橡树，我怎敢忘记？我瞧向2楼一排排漆黑的窗户，心直接抖成了8瓣。203舅姥姥，204英女子，207马毅。就连站在我一旁的老仙感知到危险，此时也不禁后退了小半步。这栋阴森的楼已经成为了我心灵深处的梦魇。难道这里就是王宝玉还阴债的地方？你确定是这？我正要问王宝玉，低头一瞧，王宝玉不见了。老头动作还够快的，我刚才抬头看2楼时，他就已经进了楼。王宝玉进去没多久，楼道里就传来老头杀猪般的惨叫声：啊！师傅，快来救我啊！他缠着我不放，救我！我犹豫着，不太想进去，我害怕再遇上2楼那2个阴森玩意。当初我是以我爷爷李世龙的身份抢走了阴女子的黑橡树，又狠狠坑了舅姥姥一把。那时的我在他俩的视角中是个阴森的老头子，虽说这次他俩未必就认得出我是谁，但我也没有必要为了个王宝玉承受莫名其妙的风险。我正准备回去，谁知这时老仙轻轻拉了下我衣袖，指了指门口，意思是让我进去。我没明白老仙的意思，王宝玉来这还阴债，人我已经送到了，剩下的还有我什么事吗？老仙没理我，一个人进只走进了楼里。他是老姨供奉的大烟魂，他必不可能害我的，他让我进楼一定是有原因的。难道说楼里还有大造化在等着我？老仙能看到我看不到的因果，这些天我可没少给他磕头烧香，他顺带着提携下我这小辈，倒也说得通。我站在楼外仔细听着王宝玉的惨叫，叫声是从1楼发出的。我只要不去2楼，问题应该不大。权衡利弊，我一咬牙也进了楼。走进楼道，停尸房的刺鼻气味从4面8方扑面来，呛得我直咳嗽。四周光线极其阴暗，脚下墙上到处都是尘土，静悄悄的。我在黑暗中找寻，只听到一阵喽咯的喉结蠕动声。我循着声瞧去，只见王宝玉正站在1楼走廊的最深处，老头背上趴着个人，隔着太远我看不见那人具体相貌。那人骑在王宝玉后背，手臂和双腿死死牵住老头，手指还使劲在老头脸上乱抠。王宝玉被那人缠得动弹不得，看上去痛苦极了。他双眼瞪得老大，
挣扎着、颤抖着向我伸手求助。有老仙在旁撑腰，我也没什么可害怕的，一小步试探着上前。来到近处时，我终于瞧清了王宝玉背上的东西，那是个被毁容的、极度丑陋的男人，年龄不详，那张脸像是才从油锅里捞出来似的，皮肉被烫得全部外翻了，嘴唇、鼻子烫都没了，一张血污污的大嘴咧着，漆黑色的牙齿露在外面。我倒没被他可怕的长相吓住，比他更吓人的阴森玩意，我也不是没见过。这大概就是死物该有的样子吧。男人嘴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，张大嘴朝王宝玉脸上狠狠啃咬着。王宝玉叫得惨绝人寰。上次和欧阳洁进楼时，我并没有见过这男人，这玩意是个什么水平？和2楼的舅姥姥比，谁更凶？我一概不知。我停下脚步，不敢再靠近了。男人留意到了我，松口，不停上下打量着我。你没死，你的魂魄是活的，你是怎么下来的？修邪法的吗？我说出来意。男人听完，用舌头舔着王宝玉的脑门。老不死的，你儿子真有能耐啊，还派了个高人来阴间救你。有钱真好，你人都死了，你家还能请高人来阴间解救你？我听那人说话的语气，好像跟王家有什么深仇大恨。我想了想，心平气和道：我收了王家的钱，是，我就要给人家办利索了。你把老头放了，什么都好说，不然……我指了指一旁的老仙，你再凶，能凶得过他吗？谁知那人看了眼老仙，竟然不害怕，还冲我笑了起来。小伙子，你第一次来这里吗？阴间的规矩，你是一点都不懂啊！我一声不响地看着他。那人用力敲着王宝玉的脑壳，这老不死的，欠了我的阴债，你们杀了我，我立刻就会复活回来找他。那人桀桀地笑着，没用的，你们救不了他的，人间没了结的因果债，到了阴间接着算，这就是规矩。再厉害的人来了，也不能违背规矩办事。老头之前说过，他要来还阴债，只是我之前并没有接触过阴债这个概念，这里面有我未知的因果，我不敢莽撞，强行救人的话，后续处理起来可能更麻烦。前辈怎么称呼？我沉住气问那人。那人原本一脸狰狞的凶相，见我语气和缓，他态度也稍好了些。让这个老不死的说我是谁吧。说。那人死死掐着王宝玉的脖子，用力摇晃他。王宝玉大口呼吸着，满头满脸的汗，终于说出了这笔阴债的原委。很多年前的一个晚上，王宝玉酒后开车撞了个人。那年王宝玉就已经年过60了，刚退休不久。当时他下车查看，对方受了不小的伤，躺在地上痛苦地哼哼着。这个被撞的人名叫周坤，后来周坤被送医院了，各方面也都介入了，但这毕竟是个讲背景、讲关系的社会，你发我笑懂得都懂。王家关系不是一般的硬，一顿神奇操作下来，从酒驾肇事，硬生生变成了周坤故意碰瓷，愣是1分都没给赔。周坤明明是受害者，结果不但没落上前，还差点坐了牢。这换谁？谁受的了？周坤前后住院花了10多万，心里实在是咽不下这口冤屈恶气。出院后，他就决定去找王家讨个说法。前后去了10几趟，终于给王老板整烦了。要不咋说王老板孝顺呢？看着他爹被周坤纠缠，王老板火一下就上来了，和周坤大吵了几架。这期间，王老板用词极度刁钻恶毒，骂周坤是底层小民、乞丐要饭的，以后10辈子都是注定被割的韭菜。具体骂的内容和北极鲶鱼的发言高度类似。骂到后面，王老板终于放了狠话，要找人弄周坤。王宝玉的这个孝顺儿子还真就这样做了，他一不做二不休，在社会上找了些刑满人员。这帮人找到周坤，把他揍得那叫个惨，甚至后来还用上了硫酸。等王宝玉说完整件事的前因后果，我听得心直发寒，但有什么办法呢？其他普通人碰到这种事，下场能比周坤更好吗？我就是那个周坤。男人脸上的怪肉蠕动着，又重新把王宝玉缠紧。我被毁容后，连门都出不了。没过几年，我就在气愤和怨恨中离世了。你说这笔阴债，我该不该找他王宝玉要？周坤咬牙切齿道：我不光找他要，等将来他儿子死了，来了阴间，我还要找他儿子要。
就是阴间的规矩。王宝玉是我的，我想怎么处置他都由我。老头吓得双腿直打摆子，尿流了一地。周坤冲他阴森的笑着：“你别怕，我给你算过了，你忍一忍，差不多1136年后，你要是还没被我整死，你就自由了，就可以去投胎了。”我始终没吭声。听周坤说完，我突然问他：“周大哥，这个楼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里真的是还阴债的地方吗？”周坤眼皮子都让硫酸烧没了，那2颗冒着阴光的眼珠子直愣愣看着我。是啊，这栋楼叫做阴楼。你以为老不死的想来这呀？他也不想来，但这是规矩，他不能违抗的规矩。每一个死下来的人都要先去最近的阴楼还债，否则他就没有转世投胎的资格。再说了，阴楼虽然可怕，却也比外面安全得多。这老不死的落在我这，总好过落在外边那些东西的手里，对吧？周坤边说着，边张开血盆大口，朝王宝玉面门上狠狠咬着，血顺着王宝玉脸颊往下流。老头强忍住疼，哆嗦着反驳：“小周，你放了我吧，以前我不懂事，我可以跪下来求你，过去的债咱们就一笔勾销吧。只要你跟我清了债，放我走，我就自由了，我可以去奈何桥投胎了。”怕周坤不答应，老头不停往上加条件：“我给我儿子托梦，让他给你烧纸，不烧钱，烧真钱给你，你要多少烧多少，烧1个亿都没问题。”啪！周坤狠狠给了王宝玉一个大笔兜子：“做你妈的梦，有钱就了不起是吧？”他指着楼道窗外的天空：“你看到他天上那些纸了吗？烧下来的都是灰，哪个收到过钱了？再说了，钱可买不来鬼。是啊，你们王家有几个臭钱，在人间可以随便欺负人，可这里阴间钱再多，你也没地方花，你还能欺负谁？我看你还能欺负谁？”周坤连续几个大笔兜子上去，王宝玉被抽得鼻青脸肿，整个人都眯瞪了，晃晃悠悠的，都有些站不稳了。我脸上不动声色，心里不停算计着，这种情况怕是只有获得了周坤的原谅，王宝玉的阴身才算解脱，留在人间的怨念才能彻底消散。可看这架势，周坤并不打算放过王宝玉。我余光刚瞄向老仙，周坤瞬间就看穿了我的心思：“小伙子，你问这问那的，不就是想救这老头吗？我都说了你救不了他，你还不信是吧？你看好了。”他一只手抓着自己下巴，另一只手搂住额头，用力一扭，竟把自个脖子扭断了。在我惊悚的注视下，周坤当场毙命，阴身倒地后化作一团黑雾，快速消失。下一秒，一个崭新的周坤从外面走进大楼。看到了吧，这就是阴间的规矩，阴楼保护着我，在这里你们是杀不死我的。王宝玉必须把我的债还清了，这事才算完，否则就算玉皇大帝来求情也不好使。周坤来到我面前，低着头笑道：“我惊心动魄地目睹了周坤复活的全过程，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多亏刚才我稳住了，没让老仙出手，要是把周坤惹急了，后续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。”我上前一步，试着跟周坤商量：“周大哥，我是个明事理的人，你的遭遇我很同情，王宝玉能落在你手里，也算他罪有应得了。”听我这么说，周坤神色和缓了不少。这人虽然被毁过容，脸没法看，但并不是一个特别难打交道的人。我又道：“只是我答应过他家人，要让他的怨念消了，我才能回去的。”说到这，我直视着周坤：“周大哥，你看这事还有没有商量的余地了？”商量？周坤阴损地冲我笑着：“我都说了这是规矩，你谈别的都行，让我放人就免了。”他不知从哪摸出一把剃头匠的刀片，在王宝玉脸上比划着：“我要一刀刀凌迟了这个老畜生。”不行，这样太便宜他了。要不这样吧。周坤看向我：“活叫驴，你听说过吗？一小片一小片，细细割下活驴的肉，用炭火烤熟，美味无边。到时候你这老不死的也一起吃。”周坤拍着王宝玉的脑壳，冲他笑道：“你学驴哭时可一定要学得像哦。”王宝玉吓得舌头吐老长，全身猛打白子，落在周坤手里。老头就算想自杀来摆脱苦难，也是万万不可能的。这里是阴间，并没有自杀这一说。周坤知道我拿他没辙，不停说这些折磨人的血腥招数，什么做铁马过阴河，什么道观黄泉阴杀，阴损招数层出不穷。我突然问他：“
周大哥，你在人间还有亲人吗？周坤收声，2颗阴灰色的眼珠子对向我，脸色突然一狠，怎么？你想拿我人间的亲人来威胁我？好啊，我看你长得带点仙气，还真以为你是什么高人呢。原来你也是个修邪术的卑鄙小人。小书生，你就得意吧，将来你死了也要下来还阴债呢。周坤拽着王宝玉开始后退，我摇头，你误会我了，我是说你人间的亲人要是有困难，我可以去帮助他们。周坤愣了下，停步，你怎么帮？我认真对他道，我精通风水命理，我没法子让人一夜暴富，但改命避祸，保人一辈子平平安安，风调雨顺，是一点问题没有的。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那有人看到这可能会问，我这么厉害，当初咋就没算出自己会瞎呢？这是因为我的情况特殊，我的命世上无一人敢算，这个以后会讲。周坤跟我在楼道对峙，也许见我神色真诚，并不像在撒谎，他犹豫着，终于从王宝玉身上跳了下来。进屋说，我们跟着周坤进了屋，老仙在门口守着。进来后，我四处打量，周坤家的房间布局和2楼阴女子家很像，有几件腐朽发霉的家具。阴女子家没有坟，周坤家有一座巨大的阴坟，伫立在客厅正中。周坤手伸进坟里，随便一抓就抓出个熟透的鸡腿，边啃边道，以前活着的时候，我是个很老实的人，一辈子本本分分，活得精精战战，一点风吹草动就吓得不行。我这一生从没害过任何人，甚至从未对任何人起过哪怕一丝恶念，最终我却落了个那般悲惨的下场。可你想不到吧，我在人间被人百般踩踏，受尽屈辱，来了阴间，我却有了自己的家，我活得很安全，不用为吃穿发愁，在这里没人敢欺负我。所以你说阴间不公平吗？我觉得它很公平，甚至住久了我都觉得这里比人间好得多。我低着头沉默不语，我曾感叹生死无常，轮回法则残酷无边，现在看可能错的不是六道，而是这社会本身。周坤请我来他家做客，说明我已经获得了他的信任，那说明这事也就有了周旋的余地。周坤又摸出个鸡腿递给我，我摆着手没敢接。王宝玉在一旁看得肚子咕咕直叫，你还想吃东西？我要饿你1000年！周坤大骂着，一把粉土扬到老头脸上，吓得老头连忙缩到墙角。我心情稍稍放松，正陪周坤说着话，这时门外的老仙突然化作一道黑雾消失了。我急忙朝门外瞧去，刚放下的心又高高悬了起来。老仙绝不可能无缘无故消失，这很蹊跷。周坤也意识到不对，猛地起身看向门外，他似乎听到了什么，急忙冲上去反手锁上门。骑马的来了，快躲起来，被他发现你们都得死。我二话不说，一把拽住王宝玉往里屋逃，随便找了张床，我拉着王宝玉藏进床底下。过了没一会，就听到外边传来敲门声。周坤看我们藏好了，这才开门放对方进来。接下来我听到楼道里传来一阵细碎的马蹄声，我心砰砰狂跳，这玩意应该就是老姨所说的高头大马。我手心死死捏着玉牌，一会万一情况不对，我只能丢下王宝玉，发动口诀逃回人间了。马蹄声进了屋，我趴在床底，提心吊胆地瞧过去，看到了4只金属色的马蹄，马腿是惨白色的，上面系着不少写了符文的黑色布条。我细细观看布条上的符文，没看太明白，有点像藏区密宗的符文。我也看不到马上骑着的人长啥样。他进屋后，在客厅转了几圈，突然发出一阵生晦难懂的梵音，那梵音低沉，阴森至极，震耳欲聋，四周墙皮子不停往下掉。周坤捂着耳朵，痛苦地蹲在地上，梵音持续了很久才消失。那人还没打算走，而是骑着马来到了里屋。周坤一看情况不对，连忙跟上去。不用看了，我家没外人。那人没理他，径直来到床跟前。我就看着4只惨白色的马腿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视线上移了些，又看到白骨制成的马凳子和一只黑铁打造的靴子。这人骑在马上，嘴里还咯吱咯吱地吃着什么。一些细碎的血肉、手指头和人类的断肢从上方落下，掉在地板上。一颗布满血丝的人眼珠子滚到了我面前，我死咬着牙，恐惧如野草般
蔓延全身。他一进来，屋里的温度一下就低了10好几度。我还好，一旁的王宝玉冻得受不了，张嘴要打喷嚏，我猛地一把捂住老头的嘴。这里是阴间，我也不怕给老头捂断气了，反正就死命的捂着。就在这时，大狐狸观想法突然毫无征兆的启动，我脑海中再次出现那个古代男子的画面，他坐在蒲团上，伸出手蒙住了自己双眼。这前后只用了不到0.1秒，观想的画面就消失了。这是咋回事？我没敢多想，立刻照做。我用双手同时捂住自己和王宝玉的眼睛。下一秒，耳边传来轰的一声巨响，我们藏身的床似乎是被骑马的一把掀翻了，从半空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我一动不动，死捂着眼睛。马蹄声来到了我面前，我的心已经卡到了嗓子眼，后背起了细密的鸡皮疙瘩，没了床的掩护，我俩完全暴露在了骑马的面前，他却只让我蒙着眼。这感觉怎么形容呢？就好比遇到天敌的鸵鸟，不逃跑，反而把头埋进沙子里等死一样。出于对男子的信任，我死咬着牙，始终紧紧蒙着双眼。男子教我这么做，一定有他的原因。上次和湘西使细妹斗法，我能赢，不全仗着人家现场教学吗？气氛在无声的诡异中反复拉扯，骑马的就在我俩跟前，白马鼻孔喷出的阴寒湿气，像2把杀人不见血的刀，反复抽打着我的脸颊。一旁的王宝玉已经抖成了筛子，也就怪了，我俩一蒙上眼，那骑马的反而就瞧不见我了。他在屋里看了半天，也没看出什么端倪，终于转身走了。我依旧不敢乱动，直到听着马蹄声离开了阴楼，我这才跟王宝玉从床底爬出来。周坤神色惊悚地关上门，看我的目光变得无比敬佩。王家花了多少钱才把你请来的？100万。我大口喘着气，神色狼狈。周坤冲我竖起大拇指，草特么的，王家这100万花的可真值。刚才我属实为你捏了一把汗啊。起初我还纳闷呢，你这小子难道是吓傻了？那骑马的把床都掀碎了，你小子不躲不闪的，哥那眼睛一蒙，往地上一蹲，就自暴自弃了呗。周坤从抽屉里拿出烟，手一扬，火苗子就着了。后来我总算看懂你在干啥了，你这小孩是真的心够狠，胆够肥，手段更是也到没边了。边抽烟他边啧啧摇头，按理说你这样的人物不该为了钱给王家当狗的呀。我擦着脸上的冷汗，回忆刚才那一幕，也是心有余悸。那个观想中出现的神秘男子，我暂且叫他大狐狸好了。大狐狸是我的恩师，他总在我最危险、最需要帮助的时刻出现，像一场及时雨，温润又无声地熄灭我的恐惧。问题是，大狐狸只负责教我动作，却从不解释其中的玄机。从我观想出他到现在，大狐狸始终没对我说过任何话。上次也是，他教我对抗史细妹的幻术，我也只是空学了几套手势，并没有领会幻术的核心。周大哥，那个骑马的到底是个什么玩意？我很不解地问周坤，刚才他为什么没杀我呢？周坤活动着脖子，他是个什么？我也不好说。不过有次我在外边溜达，认识了一个厉鬼，厉鬼说，那骑马的在外边跟疯狗似的，见人杀人，见鬼杀鬼，在阴间横行霸道。那些逃难的人潮，要是遇上了骑马的，就别想跑了，因为你2条腿终归是跑不过4条腿的，迟早被那玩意追上，生吞活剥了。那厉鬼告诉我，这种情况只有一种方法能应对，你把眼睛蒙上，你看不到骑马的，骑马的也就看不到你了。这个说法的确有点荒谬，其中的原理我也不搞太懂，好像叫量子什么的。王宝玉在一旁插嘴道，量子纠缠。我恍然大悟，黑象术中有关于量子纠缠的描述，说人死去后的灵魂是以量子的状态存在的，当这个死灵强大到一定程度时，会展现出波粒二象性。你越是刻意去观察它，它的存在就会越稳固。这个解释有些复杂，简单讲，当你遇到某些特别凶的鬼物时，你只要不去看它，它就发现不了你。这也就解释了刚才生死关头大狐狸为何让我蒙眼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我对大狐狸的信任达到了顶点。聊完这个话题，我指着一旁的王宝玉道，周哥，这是你看。周坤低着头思考了很久，走上前，
阴森森对我道：“我死后，我家人的确过得很不好。前段日子，我在阴间做梦，梦见了我媳妇，还有我闺女，他俩坐在2顶轿子里，被人抬着，轿子上绑着黑色的花。我媳妇和闺女伸出头来，一个劲冲我哭，喊着我的名字。”说到这，周坤脸色开始狰狞，一定是有人在害他们。说着，他给了我一个地址，我在我家厨房地板下面藏了一大笔钱，当时我没来得及告诉老婆孩子，就死了。你回去后替我把钱找出来，交给他们，顺便帮我弄死害他们的人。我没急着答应，而是权衡这其中的利弊。我觉得在阴间结识周坤这样的人，对我绝对是有利的，至少我能从周坤手中获知更多关于阴间的信息。见我在犹豫，周坤指了指楼上，大有深意地对我道：“这栋阴楼里藏着个天大的秘密。”我惊悚地注视他。周坤掐灭烟头，继续说：“这个秘密涉及到灵魂生死的真相。